它是一条被全世界嫌弃的召唤兽。然而就在我召唤出它的第一时间，却欣喜若狂地抱着它狂亲起来。见状，同学纷纷开始嘲讽我是一大聪明，就连原本对自己寄予厚望的班主任，此刻也怒骂自己辜负了他的培养。见状，我只是笑而不语，反而将全部身家卖掉，换购了整整100斤怪物兽肉，为给小狗激活它体内的隐藏天赋。此刻我摸了摸它的小脑袋，契约提示此刻在脑海中响起，忠诚度永不背叛，是否进行本命连接？随后我毅然选择了是。在灵魂撕裂般的痛苦中，我惨叫着倒在地上，周围的同学都以为我承受不住打击，纷纷开始嘲讽。校花女友柳如烟也走了过来，带着些许歉意开口道：“对不起，高考是我们这种普通家庭攀爬阶层的唯一机会。刚才身为枪骑士的流量已经同意和我组队了，所以我就不和你一起了。”我轻描淡写的起身回答：“没问题。”听到清淡简单的回答，他原本还要解释的话被卡住，一股不被重视的情绪从心头升起，紧接着冷哼一声，便毫不留情的转身准备离开。一旁的女生目光带着厌恶的看了过来，她肯定是在强装不在乎。如烟，你本来就没做错，这么谦卑干嘛？她只能召唤出一个巴掌大小的黑狗，凭什么配得上你？然而此时我却没有理会两人，只因本命链接完成后，我竟然发现小狗觉醒了 SSS 级天赋贪婪暴食，可以将一切吞下的食物化作能量，无视限制成长，突破桎梏进化。看来这苦没有白受。放眼整个大夏，觉醒 SSS 级天赋的人，一只手掌都数得过来。每多出现一位，国家都会高度重视给予护航，原因自然是过于强大。我抓住小黑狗，把它拉到眼前，以后你的名字就叫黑明，要好好给我打工干活。黑明舔了舔自己，一脸欣喜的样子。我扔给他一块肉排，没过多久就被吃得一干二净。吞噬普通肉质进化值加 0.5， 伴随着声音出现时，黑明体型微不可察的增长1圈，所有基础属性全都上升1点。这才只是吃了一条普通的肉排，如果后面可以吞噬更多的食物，那会达到何等恐怖的地步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心跳止不住加速，并且更让我惊讶的是，力气在这时似乎提升了1点。看来金手指还能让召唤物获得的能量一部分反哺给我。随即我先是花了6000多买了整整100斤变异兽肉，心念微动，唤出黑明。看见面前鲜红的变异兽肉，黑明感觉到了体内深处传来强烈的吞噬渴望，立刻张开嘴撕咬起来，疯狂转化着所有进入里面的变异兽肉。在不断吞噬下，无数能量充斥黑明的全身，他的体型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增长。在这时候，我也感受到全身各处都在提升。半小时过去，此时黑明体型已经飙涨到2米多，我的所有属性全部提升10点，放在所有班级也是出类拔萃。黑明近乎作弊的变强方式，能让我快速和别人拉近差距。想到这里，我不再犹豫，点击系统的进化按钮，伴随确定的瞬间，黑明体内深处恐怖的天赋本源震动，顿时一股股特殊的黑色进化之力爆发，细胞分裂重组基因，生命朝着更高的层次跃迁。恭喜你的召唤物黑明获得技能撕裂，恭喜你的召唤物黑明觉醒新天赋巨化，提升自身体型3倍，力量防御增加300%，速度降低50%。随着这次进化，黑明属性全部突破到50点以上，这还只是1级，哪怕是顶级的召唤物也比不上。人族总共把召唤物划分为4种级别，低、中、高、顶，评判的标准就是天赋 ，S 是高级 ，SS 是顶级。至于达到 SSS 天赋的召唤物，目前还从未出现过。随后我便带着黑明回家睡觉，准备看看明天高考有哪些牛鬼蛇神。翌日，无数参加高考的人汇聚广场，陆文正在详细讲着进入副本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。这次高考将数座一线高中学生放到一起，竞争度几乎是拉满，原本信心满满的流量，现在已经汗流浃背。陈琳，你还用来吗？干脆直接放弃算了，免得自取其辱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没比过你就可以欺骗自己没输过。开口说话的人名叫叶超，除了他外，还有穿着法袍、身材曼妙的柳如烟，显然他们是组队的队友。我不做理会。随着一声钟鸣响起，4座青铜大门同时开启，微微敞开的缝隙瞬间涌出一股股幽冷的气息。所有的学生没有犹豫，立刻仔细查看要进入的副本信息。完了，我们2中分到的是埋骨森林，失败概率最高的副本之一啊！所有副本都是差不多的难度，有什么好叫的？你们3中分到更简单的，你们当然没怨言了。见状，陆文忙向自己身后的学生提醒：埋骨森林的地势复杂，树木还有灌木非常密集，你们千万要小心被怪物偷袭，时刻警惕周身范围的任何情况。随后，陆文拿出外观类似手表的东西，这是机械师制造的记录器，可以将你们在副本获取的分数传输出来。紧接着又是一声钟鸣响起，意味着高考正式开始。一名穿着白色甲胄、冰蓝长发、面容精致漂亮的少女率先进入副本，是我们3中的苏林雪学姐。她选择一个人进副本，组队的人数越多，越会减少分数增加。有实力的人当然选择单开。无数环坐广场周边的学弟学妹脸色兴奋地互相讨论。我意念微动，连接副本，顿时白光将我一人笼罩。同样是选择单开副本，在所有人进入副本后，一名等级20的中年男子抬手一挥间，4道水幕开始投影副本内的画面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白光闪过，有2中的学生选择主动退出副本。所有2中的老师对视一眼，都齐齐低下头，默默无言。感受到许多揶揄目光看了过来，李明志脸色顿沉，一言不发地望着水幕。画面缓缓变化的水面，突然出现一个孤身少年，正在茂密的树林间左右观察周围情况。李明志的脸色惊讶，单开，我们2中昨天的转职上有出如此实力优秀的学生吗？听到这话，陆文不知如何开口，他很清楚，我只是普通的召唤师。然而此时，在副本里的我经过轻微眩晕后，顿时打起精神观望四周。忽然一个物体掉下来的声音响起，我没有半点犹豫，左手虚握间1米多长的法杖凭空出现，水桶粗大的深绿长虫瞬间从上跃下，脑袋大大裂开，露出密集的恐怖齿迹。我握住法杖，另一端抽出一抹白芒，瞬间穿过深绿长虫的身
身体，身躯1分2半的深绿长虫如同断线的风筝倒在地面。你已成功击杀毒齿虫，获得5经验值。同一时间，我手腕带着的物品亮出一条提示，分数加15。此时外界所有人目瞪口呆，他不是召唤师吗？但这神经反应和速度，绝对只有高敏捷属性才能做到。陆文同样一脸懵，虽然之前我在实战练习课上表现非常好，可根本没现在这么离谱。在击杀深绿长虫后，我朝着森林的腹地出发。就在这时，伴随着一丝不明的鬼叫，一只形状矮小丑陋、皮肤绿油油的生物出现。我一眼便认出来是哥布林。课本描述他们的习性凶狠，喜爱繁衍，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会同族相残。粗略估算了下，应该有50-60只。这么多的数量一拥而上，我基本上很难活下来。随即我便在心中呼唤黑冥，顿时之间白光显现，一道长长嘹亮的狼嚎响彻在森林上空。黑冥冰冷的树瞳盯着这群争先恐后冲来的哥布林，獠牙毕露，他的四肢发力，如同一颗炮弹冲出。跑在最前面的哥布林顿时头骨碎裂，余力不减的向后倒飞。左右两边的哥布林大叫，举起武器全力砸下，尖锐的残骨砸到黑冥背上，顿时咔嚓一声裂开。黑冥一爪朝着哥布林的头部狠狠拍去，那哥布林脑瓜顿时爆炸。黑冥直接放弃防御，如入无人之境般疯狂的杀戮，哪怕是智商低下的哥布林也深深感受到本能的畏惧，他们停下进攻，慌不择路的四散而逃，来了就一个都别想走。我吩咐着黑冥追杀的方向，自己则往最近的哥布林杀去。看到这凶残的一幕，外界哗然一片。我操，我们二中竟然有这么猛的学长吗？他的召唤物强就算了，怎么连自己都有这么高战力？开了吧！二中的观摩席上，一众高1高2的学生脸色兴奋。10多分钟前，有人发现我遭遇哥布林后，基本都认定我要淘汰。然而我一人一兽杀的哥布林群全都不剩。看到这里，李明志面色一喜，能这么快到达这种地步，少说都是 B 级天赋，还是成长类，那潜力几乎不亚于高级召唤物。二中终于要出一个可以撑得起门面的天才了吗？他连忙朝身后道：“陈琳现在多少分数？”根据记录器的计算，他现在的分数是560分，位居我们二中第一。但3中的苏林雪要更加恐怖，分数830，领先了全场一大截。听到这话，李明志和其他老师都倒吸了口凉气，这才进副本不到20分钟，这甚至有资格一争全省状元。副本内，一道道光团从哥布林尸体出来，融进我的体内，等级很快来到了2级，精神略微提升5点。这就是普通职业的弊端，即使跟上升级，但越到后面差距只会更大，最终变成无法逾越的鸿沟。不过我可以依靠着黑冥的反哺来抹平，虽说分数已经达到合格线，通过学府录取已是板上钉钉的事，但我的目标不止于此。此时黑冥正咔嚓咔嚓吞着哥布林尸体。黑冥，走吧，猎杀现在才真正开始。哥布林属于群居怪物，这里既然出现他们的部队，那么附近应该有巢穴。10来分钟过去，途中没有遭到一只怪物，这让我更加确定心中的猜测。副本说是副本，但更像一个独特的世界秘境，里面的万事万物并不会自动刷新，而是同样依照自然规律运转。突然，几根用骨头制作的长矛从半空抛射过来，一只哥布林从4面8方出来，嘴上嗷嗷大叫，挥动着武器冲锋。我脸色浑然不见畏惧，法杖变成剑形态，瞬间将一只哥布林斩首。我如开无双，注意力全集中，快速屠杀着这群脆弱的哥布林。每次躲闪，剑刃都会精准地带走他们的生命。此时此刻，我就像随风起舞的蝴蝶，翅膀则是代表死亡的镰刀。这优雅的如同艺术的战斗，让外界大呼过瘾。二中上下，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脸色惊喜，这战法表现好精湛，他没少在这方面下功夫，剑术更厉害，次精准的割裂喉咙，偏1分都做不到击杀。如今他们已经不看别人了，全都盯着我，一刻没有挪开视线。陆文嘴角一抽，高中3年，他压根就没见我在实战练习课上碰过一次剑，这小子太能藏拙了。不好，是6级的暴躁哥布林，整整13只，陈琳要有麻烦了。等等，还有火焰哥布林、寒冰哥布林，他一个人独自找哥布林巢穴，还是太冒险了。所有老师的心都不禁有些担忧。在这些哥布林出现后，所有哥布林如同找到主心骨，不再毫无章法的进攻。伴随火焰哥布林发起咏唱，一颗颗拳头大小的火球凝聚，朝着我射来。我几个闪身一一躲过，其他哥布林看准机会趁机攻击。我微微侧脸避过捅来的骨毛，紧接着伸手瞬间扼住那哥布林的脖子，把他甩向半空射来的火球。绚烂的火焰炸开，吞没哥布林的身体。我继续化身人形发射器，把一只哥布林当作炮弹丢出，砸向火焰哥布林。我的天，还能这么玩！外界所有看到这一幕的学生都惊呆了，班主任陆文也一愣一愣，这个攻击方法自己好像没教过。此时我把火焰哥布林砸得晕头转向，他们施法就打到同类身上，不施法自己就得被杀。在一阵拉扯下，黑冥也杀到了后方，将他们一一击破。100多只哥布林只剩下孤零零的几只，他们只能选择逃跑。但是这次我没有赶尽杀绝，只是慢悠悠地跟在他们后方，准备直接捣毁他们的老巢。追着残余逃命的哥布林进了一个山洞，绿油油的几个瘦小身影忽然从岩壁上方扑来，我手掌一紧，杖中之剑坚定地朝着一个方向挥去。哥布林的头颅和身体分别落地，剩下的2只也被拥有夜视能力的黑冥张嘴咬住，咔嚓一声美滋滋地吞下。忽然通道的转角浮现无数火光，我脸色微变，立刻朝后狂退。无数形状丑陋的身影爬满岩壁，我神色凝重，大声一喝：黑冥！黑冥的体型瞬间以可怕的速度暴涨，巨化天赋，他猛然向前冲锋，撞开空中的哥布林，周围的哥布林被撞得七零八落。黑冥一只大爪拍来，直接将他们压得身体炸开，血肉模糊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震耳欲聋的暴虐咆哮响起，脖梗长满浓密毛发，肌肉膨胀，体型如同小楼高大的狰狞怪兽缓缓走出来，愤怒地瞪着黑冥。我面色一沉，竟然是豹！竟然是豹！巨魔双腿一迈，发起冲锋，顿时洞窟轰轰作响，每步落下，地面都在震动。黑冥毫不惧怕，直接迎了上去。黑冥的利爪黑光浮现，率先落在巨魔的身上，造成4道浅浅的伤痕。感受到疼痛，巨魔瞬间更加暴虐，1米大的2只手拽住黑冥头颅，重重捶下。黑冥四肢一陷，被砸得嘴角渗出鲜血，哀嚎一声。看见黑冥被压
压制。我赶紧用出职业技能强化术，全面增幅20%基础属性。丝丝白光在黑明身上亮起，顿时间黑明直接把巨魔掀翻落地，一口撕扯下一块肉。巨魔也两眼通红，发动了嗜血技能，两者纠缠在一起，越打越疯狂。我一边维持强化术，一边使用恢复术，动静传遍附近几百米。听到声音的学生都很惊讶，埋骨森林的几个 BOSS 最低都是12级，究竟是哪个狠人在打 BOSS？ 此时有一个3人小队闻讯赶来，想着帮忙的同时还能分一杯羹，但是当他们赶到现场时都愣住，因为和 BOSS 搏斗的不是队伍，仅仅只有我一人。此时我用手中的剑补了最后一刀，巨魔头顶的血量从1变成了0。中途周围的学生没有一个人敢插手，刘亮和柳如烟也在其中，两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前方，这小狼一天之间竟然变成了这样。此时另外一队4人走了过来，是重点班的赵辉阳，他笑着开口，没想到咱们学校竟然有你这样的猛人，我看召唤物伤势很重，需要我们帮忙治愈吗？我们队有一个奶量十足的圣牧师。话音刚落，赵辉阳就被身后可爱的少女踢了一脚，我看向对方微笑道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对方听到这话就准备离开，临走时却意外看到了我手上的分数线5320，赵辉阳一句粗口差点没绷住。就在这时，柳如烟却脸色红晕的走了过来，刚到身前，黑明血红的瞳孔冷冷盯了过去，柳如烟顿时只觉如坠冰窟，腿脚不听使唤的一软。我没有转过身去看他一眼，害怕自己再次沉沦到他的温柔乡。随后我便返回洞窟，让黑明继续进食强化自己。当所有怪物都被黑明吃掉后，一层能量茧将他包裹，看来这次的进化远超上次的瘦肉，就是不知道他出来后会有怎样的战斗力。没过多久，一双利爪撕开光茧，从中出来的黑明体型再次增长，树瞳变成深蓝，高贵冰冷，并再次获得新技能威慑和火焰，就连天赋也提升了1级，完全就是全方位的蜕变。现在距离高考结束还有1个小时，我坐着黑明开始寻找其他怪物据点。随着10来分钟过去，我和黑明来到了另一只 BOSS 领地范围，15级的扭曲树王。见我往扭曲树王走去，外面的李明志也是皱眉不止。他知道扭曲树王不管是血量还是攻击，都拉开巨魔1倍不止，而我才4级，能做到这么大的战力跨度，放眼全国也是凤毛麟角。副本内，就在我踏入泥地的瞬间，一颗颗血红眼睛的树纷纷苏醒，巨大的躯干裂开口子延伸至后，只见他们拔根而起，一条条枝干朝我捅来，我却丝毫不惧，猛然上前，瞬间拔出杖中剑刃，眨眼间挥出5剑，速度快到出现残影，枝干瞬间被斩断，掉落在地。我眼神一冷，3步并作2步冲到这只树精前，剑刃直直朝着他裂开的嘴刺去，巨大的口子不要钱似的流出大量汁水，树精血条瞬间清空，倒塌而下。看到同族惨死，周围所有的树精张牙舞爪包围过来。就在这时，黑明愤怒咆哮，一掌将眼前的树精撕碎，随后漆黑的火焰从他体内冒出，覆盖全身，点燃树精，并不断蔓延给其他树精。树精疯狂惨叫，惊恐扭曲，然而任由他们怎么挣扎，都灭不掉这漆黑火焰。漆黑火焰是在吞噬他们的生命燃烧。见状，我也有些惊讶，没想到黑明的火焰特性这么变态。很快，树精纷纷在漆黑火海下化为灰烬，漆黑火焰回到黑明的体内。火焰相当于黑明可以省略吃肉这个步骤，直接就可以吸收能量。短短时间，黑明和我同时升了1级，我的分数直接窜到了7120分。就在这时，地面突然炸开，无数手臂粗大的金色枝干瞬间绞杀上来，一道震怒的凶虐嘶吼从远处传来，上百棵树精拥护着一棵100多米的巨大树王缓缓出现。我默默后退一步，哪怕自己的基础属性现在全都过了50点，上去也大概要完蛋。我对自己的认知还是很清楚的，黑明上去干他们，强的敌人肯定要让给召唤物处理。黑明凶光一闪，身上燃起漆黑火焰，直接以最强形态冲向中心的扭曲树王。漆黑火焰贪婪地吞噬着一切，不断有树精发出痛苦的嚎叫。我看准机会进场收割，看着一个个族人痛苦死去，扭曲树王发出长长吼啸，无数金色枝干向黑明杀去。黑明直接无视防御，疯狂朝扭曲树王本体跑去。黑明锋锐的利爪黑光浮现，向扭曲树王疯狂挥下一肘，把树皮撕下。扭曲树王面孔狰狞，所有枝干从不同角度穿向黑明。然而黑明仗着肉身防御，以伤换伤，漆黑火焰开始缓缓向上蔓延。扭曲树王满眼惊惧，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在一点点被蚕食。扭曲树王害怕了，疯狂的想要逃跑，可黑明也咆哮一声，瞬间漆黑火焰像锁链一样捆住他。黑明的进攻变得更加暴虐。这时赶过来帮忙的赵辉阳4人咽了咽喉咙，一脸的震撼。15级的第2阶梯扭曲树王就这么被压着打。看见他们，我也有些意外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巨物倒塌的声音响起，扭曲树王被消灭了。我身上白光升起，等级提升来到8级，同时记录器上分数再涨3000，剩下的树精我便让给了他们4个击杀。这分数获取的太简单了吧？苗珊珊嘴巴微微张开，他们的分数短短10来分钟就到了顶尖学府的最低招收标准。我们之前哪次面对怪物不是全力以赴？赵辉阳摇了摇头，是陈林的黑明震慑太大了，这些树精不管我们怎么杀，都没一个敢回头。此时，所有漆黑火焰已经飞回黑明体内，常态体型的黑明成长到了7米，我的基础属性也全部破70点，等级刚好升至10级，可以进行1转了。这次的高考可以结束了。副本开始强制传送离开，无数学生在白光的笼罩下纷纷回到宽阔的广场，顿时一片片高呼迎接着他们。黑明7米高的体型就蹲坐在我身旁，巍然不动，他竟然真的做到了第1。李明志和老师们激动的脸色通红，太恐怖了，整整3种天赋，他本身也强得可怕，能以召唤师职业杀那么多怪物，做到这种程度也是前无古人了。老陆，你有了一名好学生啊！走走走，我们赶紧去迎接陈林。李明志迫不及待的就拉着他们过去。另一边广场的边缘，柳如烟后悔的脸色青了，他1小时前就放弃副本被淘汰，分数连高等学府都进不去，都是他的错。明明召唤物不弱，却不告诉自己，如果告诉自己，他根本不会去和流量组队。想到这里，柳如烟眼神有些怨毒。此时，苏林学也被3中的老师和校长围着，他们互
互相叹气，二中真是走了狗屎运，出了这么一个妖孽。是啊是啊，林雪你别气馁，你19500的分数已经很好了。苏林雪微笑表示她没事，然后有些好奇地望向二中的方向，若有所思。就在这时，省级排行榜单也出来，毫无疑问，我排在第1位。只能说黑明的确变态，不仅成长没有上限，还随着进化战力也越来越恐怖。此时我已经开始期待下一只召唤物了。回家后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妹妹和妈妈，并且全省第1的100万华夏币也到账，以后妈妈和妹妹都不用继续过着节俭的生活。随后我回到房间，准备一转需要通关随机匹配的转生副本。看着面板，我毫不犹豫点了一转，我瞬间消失在了房间中。坐标编号08694，这是一个千疮百孔、属于崩碎边缘的世界，人类的火种已然即将熄灭，你能否带来拯救，亦或毁灭？可选任务1：消灭1000数量灾兽，力所能及保护幸存者。可选任务2：帮助灾厄母兽吞噬一切进化。本次人数10人，时间限制24小时，无法主动回归蓝星。我毫无征兆的突然出现在一片废墟间，我微微皱眉，想也没想，直接选了任务其1：以灾厄母兽吞噬一切。那我的黑名吃什么？就在这时，旁边的玻璃门道飞出一道人影，无数碎片伴随着一名体型娇小的少女落在地上。一只浑身血色、没有皮肤的爬行灾兽从昏暗的殿内窜出，扑向少女。少女艰难地朝着一旁的长刀伸手，然而还是慢了一步。死亡的恐惧涌上心头，她的双手下意识护在前面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剑光瞬间斩过，爬行灾兽的头颅和身体分离，半空的怪物失去重心倒在地面。我盯着一旁愣住的少女开口道：“你好，我叫陈琳，我叫陆羽。”我正准备向她打听这个世界的情况，突然一道交贺传开，情况有异，全部撤退。陆羽顿时脸色一变，抓住我就要离开，快走，不然……话没说完，一辆汽车从远处笔直的飞来，我猛然一扯，把陆羽甩向后面，法杖往前一横，打算硬接下来。汽车巨大的冲击下，我被撞退10几米才完全停住。陆羽脸色一慌，忍着疼痛连忙跑过来：“你没事吧？”我平复了下翻涌的气血，摇了摇头，随后看向前面一只两脚站立、长满狰狞尖刺的灾兽，是刀魔，我们走不掉了。陆羽目光凝重，手指不自觉握紧刀柄，刀魔越走越快，下一瞬脚下地面突然凹陷，全力冲出。陆羽还未反应过来，一道身影就从他旁边掠过，瞬间迎了上去。我拔出杖中剑刃，和刀魔锋利的刀臂相撞，发出了清脆的交响声。刀魔发出嘶吼，另一条刀臂挥动，朝着我头部砍去。我猛地把他震开，对着陆羽喊道：“陆羽，把你的刀给我！”听到这话，陆羽毫不犹豫地抓住刀柄，拔出扔给我。我目露战意，现在再来。刀魔仿佛感受到了挑衅，瞬间冲上来，两条刀臂疯狂挥舞，我丝毫不惧，一手刀一手剑同用，数秒之间来回交手几十下，速度快到出现残影。在上千回交锋后，我找到一个破绽，微微侧头躲过致命攻击，紧接着左手长刀向上一斩，锋利的刀刃瞬间斩过刀魔的手臂，不给他反应，剑刃立马刺向他的心脏，穿透硬质的皮肤，直贯身后。陆羽摸着还在作痛的手臂，走过来问道：“你不是这里的人？”我不置可否，淡淡笑道：“可以给我介绍介绍这个世界吗？”是孽气，是孽气，持续整整1个月，越来越多的人经受不住折磨，变得疯狂，最后化作了只知杀戮的怪物。现在孽气又发生了变化，连刀甚至山川河流都会灾变，人类已经不知道如何活下去了。听完这些，我对这个世界有了大致了解。就在这时，道路转角出现10几人，他们全都面带慌色。“小雨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赶紧跑！”为首的高挑女子大声道。她说完，地面隐隐震动，如同爆发的洪流正汹涌奔来，上空大量猩红孽气聚拢。突然，四面八方传出一道道吼叫，只见高楼上露出许多的灾兽，嗜血的双眼盯着所有人。猩红在这一刻形成一堵墙，将所有人团团围住，不断逼近。所有人的双腿慢下来，绝望从他们心底涌现。所有人都咽了咽口水。“小雨，一会跟紧我。”露露说完，看了一眼我，以为我是其他幸存组织的人，我没有在意，直直朝着前面走去。“等等，你做什么？现在我们被包围了，不是你一个人逞能的时候。”我嘴角咧开，不，是他们被我包围了。这么多灾兽，全部杀掉的话，评价不得蹭蹭的往上涨了。黑冥，一道白色的光芒中，体型7米高的黑冥瞬间出现，吼声响彻天际。黑冥的树瞳冷冷望着前方浪潮一般的灾兽，随后直接进入巨化形态，它顿时暴涨至28米，身体比一些楼房还要高。黑冥四肢发力，地面瞬间皲裂出无数裂痕蔓延，如同一颗导弹般冲进灾兽群众。高温的灼烧下，全部灾兽没有撑住几秒，就在痛吼中死亡，化作养料。在后面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，全都神色呆滞。突然10几只灾兽朝我发起袭击，小心！见此情景，露露顿时出声提醒，双脚动作快速，想要支援。然而下一秒，她的身体愣停住。只见我不退反进，一刀一剑如同砍瓜切菜，转眼就把袭来的灾兽统统击杀。露露张大嘴巴，明明完全没有灾变的痕迹，应该很弱才对。突然，露露想到了一种可能：半年前在搜寻物资时，她见过同样没有灾变却很强的人。这些人把幸存者隐蔽的基地破坏，让幸存者暴露在灾兽眼前被杀死，甚至在看见他们想要跑后，会直接打断他们的腿。一群没有人样的东西，也配合我说大家是同族。这句话露露至今为止都没有忘记。陈琳和之前那些人不一样，他救了我2次，似乎是看出露露在想什么。陆羽急忙解释。露露深吸了口气，眼中有着一丝仇恨。不管如何，离他远点。现在他吸引了大部分灾兽注意，我们趁机突围。然而就在他们靠近时，一道雷电忽然劈下，这里禁止通行。一个手持书本、金色头发的青年从大厦内出来，随着金色青年咏唱，一颗颗雷球浮现。就在这时，我脸色瞬间一变，长刀朝着旁边横挡，突然一把匕首刺在刀身上，容貌清丽的女子在我面前缓缓显露而出。我毫不犹豫，剑刃瞬间斩过她的
细腰，结果清丽女子突然消失，重新站在几十米外，没说一句话。我脚底猛地发力，直接冲了过去。清丽女子见状立刻喝道：“还不出手吗？”话音落下，一道汹涌的烈焰从楼房冲出，两人撞在一起，火星四溅。你真的是召唤师吗？烈焰中的粗壮男子咂舌，炙热的烈焰扑面，我神色冷漠，剑刃把他震开。不同的方向顿时走出4人，转生副本不可互相残杀，一旦发现就是立刻通缉，但是有阵营划分的转生副本除外。没想到竟然真会有人选择任务1，你们大夏难道就没教？遇到转生副本怎么决定才能增加存活概率吗？灾兽的优势显然最大，有点脑子也应该知道怎么选。看这6人将我当作落入陷阱的猎物，我只是淡淡道：诸位听说过一句话吗？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。我这么高调把你们吸引过来，怎么可能没有把握处理你们呢？刚才各位说的很漂亮，作为报酬，我请你们赴死，如何？我逐渐笑了起来。菜肴已经上齐，该黑名大快朵颐了。暴虐的咆哮声传遍八方，数百米范围的漆黑火焰融向黑色巨狼，瞬间他的体型再次变大8米，看起来更加凶残威慑。所有的人顿时感受到灵魂传来深深畏惧，看着黑色巨狼朝着他们冲来，寒意瞬间从4人的脚底涌上天灵盖，大脑几乎快要被恐惧压爆。终于在黑色巨狼利爪快要拍下时，有3个人克制住大脑反应，瞬间四散躲开。最后的一个倒霉蛋惨叫都没发出，瞬间被黑色巨狼撕开。见此一幕，剩余几人顿时冷汗直冒。本来以为拖住召唤物就行，结果身为召唤师，能有和他们相当的战力就算，但这只召唤物除了肉身强横、输出可怕外，还有控场技能，别说拖住了，3分钟内不被他全灭都难。眼看黑色巨狼冲向下一个距离最近的人，金发青年咬牙，快速咏唱一段玄奥语言，瞬间狂暴的雷电交织，凝聚为一道道半米粗大的锁链环绕，瞬间缠绕住黑色巨狼的4肢和脖颈。快动手杀了他！我只能控制10秒。金发青年话没说完，只见黑色巨狼右爪用力一扯，雷电锁链直接破碎。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我的一级天赋啊！金发青年目瞪口呆。在我施加强化术后，黑明的实力又涨1截。看见这一幕，所有人不敢犹豫，直接用出各自底牌手段。清丽女子化作数道阴影，从不同角度向着我刺来。突然，她的头顶出现无数冰锥，纷纷落下，逼着她不断往后退。只见一名冰色长发的少女正款款走来，以她脚下为中心，地面一点点附上冰霜。靠近的灾兽毫不意外冻成雕像。我来拦住他！粗壮男子烈焰汹涌，直接冲去。其余3人同时出手，想要秒掉我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声大吼响起：“小犊子们，直视我！”嘲讽技能发动，瞬间3人全部转头，目光凶狠地看着那个手举盾牌的高大胖子。随后，黑色巨狼出现在失去理智的3人身后，下一秒利爪撕过，3人一分为4。随后黑明转身，利爪拍向一旁的建筑，无数碎石射向清丽女子，一个个碎石撕裂衣服，穿过皮肤。黑明瞬间追上，抬起利爪拍下，漆黑火焰把他身体全部吞噬。另一边突然寒冰气流爆发，所过之处建筑和生命尽数化为冰雕，粗壮男子直接变成冰棍。至此，7只猎物剩下最后1只。随后，所有人带着杀意的目光看向金发青年。金发青年脸色瞬间惨白，使出一片落雷后转头就跑。我只是几个闪身，全部躲过。随后长刀一挥，金发青年便失手分离。我回身问道：“你们知道灾厄母兽吗？”陆羽点点头，它是从无数灾兽脱颖而出，重新诞生意识的存在。你要去杀灾厄母兽吗？我点点头，应该只有把它杀了，评分才能达到最高，也才算是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丝拯救。这时苏林雪走了过来，又见面了。陈琳，我擦！不等我回答，高大胖子震惊开口：“大哥，你竟然是那位冬天省状元，怪不得这么厉害。”聊了片刻后，3人关系熟络了些，我也知道了高大胖子名叫罗轩。我和2人说了准备杀灾厄母兽的事，2人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3人立刻动身，朝着市中心前去。不久到了一座大桥前，突然一只灾兽亮起红色双眼，疯狂涌来。黑明立刻发起威慑，然后冲向挤满整条行道的灾兽群潮，漆黑火焰炸开。我面色一沉，灾厄母兽发现我们了。苏林雪双眸附上冰蓝色，如同一尊漠然的神灵。瞬间，她的头上尖锐凌厉的冰锥浮现，伴随苏林雪意念微动，所有冰锥射向从后面堵来的灾兽群潮。无数灾兽身体被贯穿，像韭菜一样一排排倒下。可很快又有更多的灾兽涌上，整座城市的所有灾兽都从4面8方在往这汇聚。这时我渐渐感到压力变大，整座城市数十甚至上百万数量的灾兽，就算体力耗尽也不可能杀得完。随即我便大声喊道：“擒贼先擒王！黑明，直接去杀灾厄母兽！”听到我的话，黑明顿时转身朝大桥冲去，在对面有一道危险的气息，是灾厄母兽。在黑明抵达大桥对面时，一条整整10几米大的暗红触手猛然从灭气中露出，抽在他的身上。数座楼房被黑明连连撞塌，直至20几米外才停下。黑明怒吼，把尘土震散，从无数混凝土和碎石里站起，冰冷的树瞳死死盯着眼前的灾厄母兽，体型60多米的巨大眼球，数不清的眸子也全部盯着黑明。黑明漆黑火焰汹涌爆发，直接发起进攻，身体瞬间冲出，在黑明全力爆发冲刺下，残破的楼房摇晃不止，巨大眼球的无数眸子顿时齐齐收缩，15条暗红触手纷纷甩向黑明。看着甩来的暗红触手，黑明能躲就躲，实在躲不开，利爪浮现黑光，直接狠狠挥去，但却发出铁器摩擦的声音。黑明突然被其中一条暗红触手抽中，倒飞而出，好不容易接近的距离被拉开一段。之前黑明都是依靠巨化后强横的力量和防御，近身展开肉搏直接压制，但是现在面对巨大眼球触手的鸡腿，根本没有一点办法。咆哮声中，漆黑火焰不留余力爆发，瞬间炙热的高温炸开，扩散四方。黑明瞬间冲出，体内魔力以极快的速度消耗，他直接选择了殊死一搏。另一边，我有些凝重，通过和黑明的灵魂联系，隐隐感觉到黑明的生命气息在缓缓下落。好了，突然苏林雪睁开冰蓝
含光芒的双眼，万双寂灭，天地间的水汽瞬间消失，无数灾兽在瞬息之间化为冰晶，碎片飞溅。抓住这个空隙，我当机立断去灾厄母兽那里。现在只有让黑冥进化，才有一线生机。不久，三人来到市中心，一道咆哮从前方传来，三人没有犹豫，立刻冲去。很快就看到伤势惨重、奄奄一息的黑冥，但他的利爪还是死死抓着地面，任由暗红触手抽来，都死死不退，一点点坚定地走去。见状，我直接就向黑冥跑去。黑冥，吞掉这些灾兽，同时立刻施加恢复术和强化术，微微白光在黑冥身上亮起。黑冥树瞳一震，猛地咆哮一声，震开暗红色触手，黑冥立马冲向灾兽群巢，漆黑火焰如同莲花盛开，立刻扩散。巨大眼球也发现问题，立刻发出指令，让所有灾兽远离这里。但是已经晚了，无数漆黑火焰带着吞噬的能量涌入黑冥体内，我毫不犹豫在面板点下开始进化。恐怖的黑色力量顿时从黑冥体内深处爆发而出，冲出外面形成一道漆黑光柱，冲天而起。黑冥的身躯瞬间暴涨超过100米。恭喜你的召唤物黑冥获得技能迅疾，恭喜你的召唤物黑冥获得新天赋金刚之躯，属性全部提升60点。我松了口气，又是一次全面的大加强。黑冥树瞳盯着巨大眼球，全身焕然一新，坚硬的狼毛散发淡淡金光，显得神异霸气。巨大眼球的眸子猛烈颤抖，在黑色力量爆发而出的瞬间，他被这渴望吞噬一切的恐怖气息吓得无法动弹。但紧接着便是无尽的震怒，他一样能够吞噬进化，他才是可以成为最强的存在。粗大的暗红触手齐齐甩去，连气流都发出轰响。黑冥坚如磐石，巍然不动。15条暗红触手鞭打在身上，仅仅金光微颤，融合爆石和巨化后的漆黑火焰瞬间爆开，漆黑火焰形成一道整整400米高的暴虐凶兽虚影，瞬间1000米范围直接化作一片黑色火海。黑冥猛地冲到巨大眼球前，随着他的利爪抬起，庞大的凶兽虚影也抬起漆黑火焰凝成的利爪，瞬间挥落。巨大眼球的眸子瞬间瞎了好几只，发出痛苦嘶叫。他的触手疯狂鞭打在黑冥身上，却造不成任何伤害。巨大眼球咆哮，吸收孽气迅速融入体内，瞬间他的体型暴涨一大圈。暗红触手开始长出无数根尖锐倒刺，这原本是他留着向下一生命层次进化的力量，如今只能提前用了。暗红触手从四面八方包向黑冥，双方疯狂互相攻击，打得大地不断震颤，一道道吼声响彻天际。整整数小时过去，废墟之上只剩黑冥依旧屹立，巨大眼球的无数眸子暗去，浑身被漆黑火焰缓缓吞噬干净。这时，我和苏林雪也都笑了起来。杀了灾厄母兽，还有数千灾兽，获得的评分绝对都会极高。翌日，随着一道提示声，三人消失在原地。时间已至，开始根据你的表现结算评分。累计击杀8560次灾兽，成功击杀灾厄母兽。恭喜你的评分为完美。职业晋升为召唤剑师，稀有，唯一。描述：这是因你而诞生的一个奇怪职业。恭喜你领悟新的职业技能法剑凝聚。技能效果：一把介于虚实之中的利剑，无视目标任何现实防御，造成一次精神创伤。我看着面板有些惊讶，无视物理防御，直接创伤目标精神，相当于对方只要没有精神防御手段，就能瞬间劈死。这技能简直让人头皮发麻。我手上瞬间出现一把无数纹路铭刻的利剑，精神力也随着凝聚法剑消耗一空。我摇摇头，把法剑收回去。看来这技能只能当底牌使用。我微微一笑，打开手机，同意罗轩和苏林雪发来的好友申请后，顿时看到陆文发来的消息，顶尖学府的招收导师会在今天2点到达，你准备来一趟学校。我想了想没其他事，立刻起身离去。凡云2中，陆文等候在校门，看见我后立刻上来，你终于来了。这次整整5座顶尖学府全都派了招收导师来2中，这放在凡云市是史无前例的事。跟着陆文走到办公室，陆文从抽屉拿出一枚龙形环戒，这里面是市府的奖励，里面有你需要的装备和技能书。我目光一亮，这些都是我目前需要的物品。仗中剑这把普通品质的装备，承受了太久高强度战斗，已然损坏掉了。我接过环戒，意念探入其内，瞬间2道信息浮现：一天拳剑掌，天剑形态获得精锐加持，无物不破；天杖形态获得智慧光环，持续恢复精神力，增幅50%任意技能效果。2技能书近在咫尺，效果100米距离内瞬间一步到达。看着这些装备和技能书，我满意无比。差不多2点时，一辆黑色专车在2中停下，5名男女走出。李明志神色郑重，上前没有丝毫怠慢，能做顶尖学府的导师，无疑都是5转职业者，即使是市长都要以礼相对。来到接待室，神色慵懒坐下的季飞淡淡问道：“陈琳在哪？”紧接着门被推开，我和陆文走了进来。季飞仔细从下往上看了一番，不错，这相貌该入我云雀学府。坐在一旁的冯毅顿时不满，外面传也就算了，你们云雀学府还真看脸招人啊！然后转头就对我发出橄榄枝：“陈琳同学，选择我青天学府吧，各种资源随便任你挑3样，当做入学礼。才3样，搁着打发要饭的吧？我看你是在质疑别人冬天状元的重量。对，陈琳同学，他都看不起你，别去他那受气。”这场面看得李明志和陆文一愣，气氛一时间有些焦灼。但凡谁敢起头招揽，就必遭其他4人针对，场面逐渐混乱。季飞吸了口气，看着我突然开口道：“你到了1转，应该还没开始召唤吧？只要进云雀，我能直接向上申请，给你集齐最好的召唤所需材料。你那一只黑狼拥有成长天赋，要什么资源尽管提，包括宋女儿。”听到这些话，其他4人都沉默，即便是以他们的眼界，也觉得这条件太优厚了。今年比2万分更高的不下10位，如果在冬天这里招收用掉太多资源，后面就很难争过其他人了。认为不值的4人默默放弃，我只是摇摇头，其余都没问题，但宋女儿就算了。季飞眉头舒展，心中欣喜，好，喜欢成熟一点的话，我其实也行。我本想说不是这个意思，但话到嘴边突然止住，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云雀学府，不是因为季飞多好看，主要是他给的太多了。不久就到了开学的日子，9重省会中天市云雀学府，全国无数高考成绩拔尖的学生都汇聚在这里。我先是随
随便选了一个宿舍进去，里面各种设施和生活用品都有。就在这时，特制机突然传来震响，同时一条信息出现：你的召唤材料已经批下来，另外需要什么资源可以提，我会最大限度帮你申请。发完信息，季飞靠在松软的座椅上，一旁蒋吴越有些不解，明明我们的资源足够招收4位省级壮举，这些远远超过了陈琳自身价值。恕我直言，他完全不匹配我们所给的。季飞只是笑眯眯看着他道：明天就会进行新生大比，到时候自见分晓。把召唤材料摆好在地板，我伸出一只手在虚空张开，伴随召唤术使用，屋内被白光填满。大致几分钟后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只扇着2对翅翼、60厘米大小的通体银色蝴蝶。不会又是老弱病残吧？我嘴角微抽，默默查看它的面板。召唤物：银蝶，等级10，力量1，体质1，敏捷1，魔力1，全属性才4点，比一开始的黑冥更弱。我摇摇头，这都刷新了已知最弱的召唤物下限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将赋予你漫长的潜力。看着慢慢朝自己飞来的银蝶，我伸出手指接住，检测开始，忠诚度100%，永不背叛。是否进行本命连接？伴随着我的确定，瞬间灵魂撕裂的剧痛从深处传来。恭喜你的召唤物觉醒 SSS 级唯一天赋万化神变，能化作任何一种形态，获得不同能力。就在这时，银蝶化作荧光，变成我的样子，声音呆呆说道：主人。经过初步的了解，我终于意识到了万化神变的强大之处。我打开箱子，里面放着一件件战甲部位，我对着银蝶指了指，同时意念开始沟通。银蝶轻轻点头，化作荧光包裹我的手臂，瞬间银色战甲出现，缓缓覆盖全身。我没有发现半点不适和重量，就好像这战甲原本就是身体的一部分。我脸色满意，并且万化神变拥有通过融合金属提升坚硬度的能力，毫无疑问，和贪婪暴食一样，是可以一直变强下去的变态天赋。想到这里，我决定先把银蝶练起来，给季飞发送信息，需要有着特性的金属材料。仅仅半小时，物品到达，提示传来，全是不同特性的稀有金属矿物，每一种都属于珍贵资源行列。回到房间，我开始让银蝶融合，很快，覆盖在身上的战甲变得坚硬无比，就算2转的职业者也难以破坏。同时，战甲的重量达到了5吨，对我毫无影响，但要是落到敌人身上，那就是泰山压顶。来到客厅内，听到动静的3个舍友有些惊讶，一个男人上前说道：你好，清源省第2，枫叶，凭着普通职业拿到省级状元，这种成就很厉害，难道不是因为运气好，获得了一个强横的召唤物吗？神色冷漠的男子语气有些不屑，他是龙者省第2人，高考分数23000，只不过是恰好在一个没有顶尖天才的省份取得第1，在他看来，完全就是山中无猛虎，猴子称大王。枫叶淡笑，在我认为，能让厉害的召唤物响应召唤，足以见得陈琳有特别之处。眼见快要争执起来，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传遍整座学府，所有新生学员携带武器和装备，立刻前来云雀广场集合。应该是新生大比提前半个月开始。坐在沙发的曹阳说道，而且城外变异兽越来越多，学府打算让我们来承担清理变异兽的任务。听完这些话，我沉默了，突然想起了转生副本中的世界，没想到蓝星这么快也要面临相同的危机。默默想着，突然耳边传来冷漠男子狂傲的声音，提前的正好，陈琳，我会把你狠狠比下去，证明我比你更配状元第1名。看着他目中无人的样子，我笑了，那就一分高低，不过一定会是我把所有人压下去。云雀广场，一个个新学员汇聚，府长叹了口气，名次前100就必须要强制去城外清理变异兽，在死亡的压力下快速成长。身后的秘书点了点头，拿着平板开口道，半个月后的新生大比现在举行，你们要进入20到30级的大型副本裂口峡谷，本次新生大比将会决定你们以后的资源倾斜。宣布完后，副本大门缓缓打开，气息流入席卷全场，一些人的腿脚发软，嘴唇微微颤抖。开玩笑吧，我还没一转呢，这怎么打？罗轩焦急地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，很快就看到了心心念念的大哥林哥。我看到高大的罗轩带着一名短发灰眸的少女小跑过来，之前他说要和自己一样报名云雀，我还以为是玩笑，没想到他来真的。这是我妹妹罗宁。我脸色古怪，你好。罗宁怯生生躲到哥哥背后，语气极小。我无奈叹了口气，给他们发出了组队邀请。看到我和别人组队，给自己增加重担。冷漠男子微微皱眉，进副本前，他冷冷道：可别输得太惨。陈琳，我也没搭话。3人瞬间消失在了原地。很快，全部学员进到副本。一名导师挥手使出水木投影术，裂口峡谷面积数百公里，宛如一座庞大迷宫。3人刚刚进来，前方立刻响起嘶吼，正好试试现在的实力。我意念微动，瞬间一道银蝶伴随白光出现。几步之间，我全身附上银色战甲，右手虚握，天拳剑杖瞬间出现，接着又拔出背后的银色战刀，直接一踏地面，身影瞬间出现在几10米外的怪物面前，近在咫尺。原本应该是用来保命的技能，被我拿来拉近距离。天剑瞬间挥出，就像切豆腐一样，丝滑地斩过几只怪物身体，接着动作不减，化为一道残影，眨眼间就杀穿而去。所有怪物几乎还没反应，就目光错愕地倒下。看到这一幕，罗轩激动地大喊：林哥牛波！一样什么都不用做，经验却蹭蹭往上加，这就是抱对大腿的快乐。外面看到这一幕的导师满脸震惊，这速度和伤害都快赶上近战类的隐藏职业了，这基础属性根本不对劲，哪怕陈琳在2转晋升职业，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近战实力。这时一名导师仔细回想，开口道：会不会那只银色蝴蝶是陈琳的第2召唤物，能变成武器的召唤物？闻所未闻。见识深广的府长都有些惊讶，看着得意勾起嘴角的季飞，他摇了摇头，目前10几个人的积分都要超过陈琳，组队获分很少，仅仅如此的话，他这状元要名不副实了。他可是你的未来女婿，丢脸了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季飞刚想说什么，后脑就挨了一巴掌。府长满头黑线。此时副本内，我身上的银色战甲已经沾满鲜血，这些20级的怪物我都能一击秒杀，看来已经达到2转巅峰的地步，哪怕是3转打不赢也能安然无恙。就在这时，无数负面情绪不断涌入脑海，想要控制我结束自己的生命。看着我一动不动，罗轩急忙说道：小宁，快
快把领域收起来。深知自己天赋诡异，罗宁神色慌张，赶紧收好。我笑了笑，安慰道：“没关系，这些根本影响不到我。”看了一眼记录器，仅仅才获得120积分，这样的速度显然有点慢。要想迅速变强，就必须夺得第一，获得学府的资源倾斜，不管是银蝶还是黑冥，都需要大量的资源。想到这里，我意念微动，瞬间白光中显出一只体型巨大的暴力魔狼，恐怖的狼嚎响彻峡谷。这顿时让第一次看见黑冥的罗宁吓得浑身一缩，躲到我的身后。我对着黑冥下达命令：“去吧，黑冥，把峡谷所有的魔兽统统吃掉！”听到命令，黑冥眼神凶狠，瞬间消失在原地，向着峡谷深处冲去。没过多久，我手腕的记录器就不断传出积分上涨的声音。我走向另一条路，准备两头刷分。远处少女挥舞暗红雷龙，落向下方无数怪物，地面受到重击的瞬间崩裂100米范围，暗红的雷电爆开肆虐，将所有怪物湮灭。少女脸上意犹未尽，这些废物根本不经打。看着姐姐又发病，洛兰神色无奈。忽然，一股让人心悸的气息伴随炙热传来，还未等她有所反应，就看到洛红英炽热的目光迸发战意，狂暴的暗红雷电瞬间涌现，环绕黑枪之上。看着冲来的黑岩巨狼，紧紧对上那双树瞳，就让他畏惧蔓延。然而很快，洛红英绝美的脸上展露疯狂，立马冲向巨狼。看着无所畏惧直接冲去的姐姐，洛兰轻车熟路，迅速套上数种力量增益和庇护，在这些加持下，战力直接翻倍，哪怕对面是3转 BOSS 也可一拼。当双方碰撞在一起，强大的力量瞬间掀起一阵气浪，冲向四面八方。看着金光浮现、毫发无损的黑色巨狼，洛红英脸上一僵，这一击已经达到3转的威力，怎么可能完全没事？黑冥冷冷看着脚下这名无缘无故攻击他的人类，利爪瞬间拍去，恐怖力量下，3道庇护屏障层层破碎，洛红英的身影瞬间倒飞而出。洛兰脸色大变，双手合十，一道几十米的圣洁虚影缓缓显现。在此，6圣守护天使莅临 SS 天赋天使眷顾，金色的光屏瞬间升起，把两人笼罩。洛兰立刻开口：“姐姐快退！”还没说完，步步走来的黑冥已经抬起利爪，黑光浮现，瞬间将金色光屏撕碎。他冷冷看了两人一眼，然后从一旁走过，根本没有理睬。此时外面一片寂静，所有导师包括府长全都鸦雀无声。这真的是一个转职才没几天的召唤师该有的实力，恐怖如斯！这实力完全就超出了2转的范畴吧？看到这超出常理的战力，所有人内心都不禁浮现了几个字：同级无敌，当代妖孽。看着满脸得意的季飞，蒋无月受到了10000点震撼，这根本就不存在的概率，真的可以被他赌出来？难道他真的是天才？接下来10个小时里，黑冥杀了上万怪物，就连第3阶梯 BOSS 也干掉了3个，距离下次进化还剩1300点。这只是半天时间的收获，但越到后面越难进步。罗轩和罗宁这边更是一脸兴奋，第一次体验到升级能这么轻松，根本没出一点力。我笑着看了眼记录器，积分已经达到34000。不远处黑冥杀了整整1圈回到这里，我随手给了一个恢复术，很快副本限制时间到，白光笼罩，传送回云雀广场。无数或惊叹的目光瞬间看来，周边许多学员灰头土脸，尤其是冷漠男子，一脸屈辱的垂了下地面。他全力下，竟然被一只黑色巨狼随便一掌拍成重伤。这时府长秘书高喊：“我来宣布所有学员积分榜单，第1名陈琳，34500积分。”听到这话，冷漠男子顿时瞪大眼睛，立刻看向全息荧幕。只见我的积分位居第1，遥遥领先了一大截，下面是断崖式的暴跌。第2名枫叶仅仅13000积分，这绝不可能！冷漠男子不可置信，觉得是榜单出了问题。不只是他，许多人也都认为有些匪夷所思，怎么其他人包括2名状元积分都那么低？似乎是看出大家的疑惑，秘书解释道：“你们遇到的那头黑色巨狼是陈琳的召唤物，不少人因为上去阻挡他，被他直接一下拍成重伤。”闻言，瞬间所有人的目光无比震撼。站台上，府长秘书开口：“新生大比到此结束，学分奖励会打入你们学号，自由解散。”回到独栋套房，看到我推门而入，冷漠男子脸上有些不自然，挣扎了片刻，他深吸口气道：“刚才有你的东西送到，说是第2批材料资源，我看你不在，就搬到你房间了。”我愣了愣，接着笑道：“好的，谢谢。”冷漠男子侧过脸，小声回了句：“不客气。”回到房间后，我打开黑色大箱，这次的稀有金属数量比第1批还多，只要银蝶融合的金属够多，坚硬度哪怕是黑冥都破不了，还有概率获得种种特性，到时候就不只是防御无敌，战力也将无比恐怖。我并不打算只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召唤师，这样弱点太明显，一旦被针对，许多手段都能轻易诛杀。10几分钟后，金属全部被银蝶融合，此时它的坚硬度即使是3转也无法穿破，并且重量整整达到13吨，在力量相互增幅下，一拳下去就能轰碎地面。就在这时，新生第1奖励的5万学分也到了。稍微思考片刻后，我花光积分选出几10份果类资源买下。东西送到后，我一股脑倒出全部东西，随后召唤出黑冥喂给他吃。很快我感受到一股股热流强化全身，舒畅无比。黑冥的体型也在一点点增长，几分钟后就达到了40米。而我晋升召唤剑师后，每次升级多增加了5点力量，算是彻底搞歪召唤师了。从一个只加精神需要躲在后方的脆皮，变成了进攻型职业。翌日，今天是正式入学的日子，宿舍4人都被分到了一班。路上遇到了同样是一班的罗轩和罗宁，刚走进教室，便有不少人看来。直到如今，他们都还有些震惊，仅凭一只召唤物就将所有人碾压，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。这时，2个极其漂亮的双胞胎从门口进来，洛红英和洛兰张望了片刻后，直接坐到了我的前面。与此同时，身材高挑的季飞走进教室，扫视一眼所有人，开口道：“我叫季飞，是你们今后的班主任，当然有什么事尽量别找我，懒得管。”随即季飞正了神色，语气严肃：“你们都是各省的天才，努力考入学府，想来都是为了更好的资源，但很遗憾，异族通过几10年的布局，优势已经越来越大，再过不久，他们就会一举突破防守。”闻言，所有人目光瞬间变得难以置信。现在社会运转的明明井然有序，甚至还有不少娱乐开始发展兴起，媒体也在宣传
称局势已然变好，网上不曾有任何不利的消息，一切都是安稳平静。可如今却说大难即将降临，看出了他们的惊愕和疑惑。季飞缓缓说道：“你们就不奇怪，为什么社会中基本上看不到5转以上的强者吗？哪怕是驻守整个大省的军方，最强的也只是4转。”听到这话，众人仔细回想，好像的确如此。按理来说，像5转这样的终端战力，不说烂大街，但绝不至于网上和生活里一个都很难看见。突然，他们脑海中隐隐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想：从顶尖学府毕业的学员，至少也是4转以上，他们中大部分都义无反顾去了前线。正因如此，才换来了后方的安宁。季飞继续道：“像这样会引起恐慌的消息，各国自然禁止传播，这就导致许多平民出身的人根本不清楚这样的事情。如今更要紧的是，变异兽规模也逐渐庞大，一旦再不遏制，到时发现状况的一族毫无疑问会提前发动总攻。所以，季飞看了所有学员一眼，需要我们站出来的时候到了。所有学府派出优秀苗子，前往军事基地展开对变异兽的削减。现在，自愿前往军事基地展开变异兽数量削减行动的人，站起来！”话音落下，教室瞬间响起一阵椅子被推开的声音。我自然没有丝毫犹豫。罗轩和罗宁看见这一幕，也是立刻站了起来。和变异兽战斗本来就是迟早的事，如今不过提前了而已。渐渐的，班上只有一半人还在坐着。看到这里，季飞嘴角挑了挑，能有一半的人自愿前往，已经算是超过预期了。全体出发，前往军方基地。一个坐着的胖子瞪大眼睛，等等，我们也要吗？没错，在这班上的都是新生前百，都算学府优秀苗子，自然要去。之所以现在才说，是因为军方打算挑出自愿的人列为重点关注对象。季飞面无表情，你们实在无法提起勇气，还有第二个选择，退出云雀学府。还在犹豫的20几人，顿时站起来一半。季飞带着众人走向云雀学府外面，校门前停着几十辆运兵重卡，一个个士兵脸色严肃地等待着。随着所有学员上到运兵重卡，原本热闹的云雀学府变得无比空旷。运兵重卡车厢内，季飞拿起资料文件开口道：“这次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横断军事基地，位于中天市900公里外，他们的前面就是百连山脉，那里面积直达数十万公里。经过天启的探测，仅只是外围便有整整几万头10到30级变异兽，深入一点的话，40到50级变异兽同样数不胜数。你们只要在外围展开清理就好。一直以来，前线都是靠着科技以少换多，才勉强能抵抗住攻势。然而不知什么情况，他们近来的进攻变得更加猛烈，不分日夜在4处方向突袭防线，因此对于此次清理变异兽，前线根本无能为力。8、9小时过后，运兵重卡停了下来，伴随厚重的钢门向两侧打开，数支穿着黑色作战服的士兵一字排开，似乎正是在等着他们到来。士兵们集体行了一个敬礼，这看得众人内心都有些触动，不禁收起了懒散的模样。季飞走过来说道：“所有人跟我过去任务接取点。”一路上，众人目光四处张望，整座军事基地非常宽敞，周边都竖立着一座座炮台，防御严密。没多久，来到任务接取点，等候着的女兵把黑色的智能手腕发配给所有人。这手腕和高考时的记录器外形相似，不过多了任务和地图功能，还有一个发送救援的图标，只要点击一下，军事基地就会立刻知晓情况，派出人员前去营救。同时间，在附近的人也会立刻收到信息，可以第一时间赶到。欢迎使用，小爱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本次清理变异兽行动，每名学员需要当天接取至少1个任务完成。您本日还未达标，请尽快在任务接取点接取1个任务完成。智能手腕发出提示音，我大步走到显示着无数任务的屏幕前，扫了几眼，还是稳妥一点，接几个3转要求的普通任务比较好。突然，我感觉到有目光盯着自己，立刻朝后看去，只见从头跟到尾的罗轩还有罗宁，双眼正可怜巴巴地看着自己。以2人的实力，去了野外大概是步步维艰。一起走吧。我笑了笑，毕竟是要负责到底的。2人连连点头，感激几乎快要溢出眼睛。看见这一幕，原本想要邀请罗宁的枫叶停下脚步，突然觉得牙齿有些发酸。双胞胎就算了，怎么连罗宁也不放过？中锋，野外凶险万分，随时可能遇到意外，我们一起互相照应怎么样？枫叶难受的转头，一脸为你着想的朝李中锋道：“滚远点，找别人去。”李中锋眼神嫌弃，选好任务就和同班的辅助女生离开。曹阳，我们还没说完，曹阳直接打断道：“你好歹也是战斗类隐藏职业，别这么损，自己去找几个靠谱点的人组队，大不了点下求救，我们在附近的话会来给你收尸的。”枫叶忽然感觉周围满是恶意，没多久我也挑选好了3个任务，清理在200公里外的狂暴黑猿、双齿巨虎和血灵巨鳄。所有变异兽的位置都是由阵法师改造，铭刻上观察之眼的微型无人机地毯式搜索获取。变异兽各有领地意识，一般情况下不会离家太远。这次的清理行动，各座军事基地都做了充足准备，让学员们可以更加方便且稳定的击杀变异兽，当然也考虑到了他们的生命安全。所有出去执行任务的人都可以领取3个高爆手雷，以及配备7发穿甲弹的大威力手枪，这些足以伤到20级左右的变异兽。我对自己的枪法完全没信心，干脆就只拿了3个高爆手雷，反正我现在一拳的威力比穿甲弹还要猛。转身带着2人离开，很快就开车进入了百连山脉。我直接换出银蝶变成战甲，这时智能手腕发出声音，是否需要小爱开启手电筒？我立刻说了声是，下一秒，明亮的白光照亮了周围10几米，指挥部中所有的人神色凝重。通过一架附近的微型无人机，立刻就发现我们的路线不对劲，再往前就是30级以上的变异兽区域了，怎么还不停下来？快查查看他们到底接取了什么任务！穿着少将军服的中年男子沉声道。负责控制屏幕的女子闻言快速操作一番后，语气震惊：击杀33级狂暴黑猿、36级双齿
齿巨虎、39级血灵巨鳄，这些全是要求3转实力的任务，最后一个甚至接近4转难度。他们疯了吗？杨笑揉了揉眉心，这就是云雀学府今年最厉害的新生，他才16级，怎么敢接取高了自身2个大转实力的任务，简直是送死。但像他们这种明知危险也在第一时间站起来的天才，基本不会背叛人族，就算头铁了点也不能不管。他立刻通知了下去，让4架武装直升机靠近附近，一旦他们有危险，直接开始救援。杨笑长长叹了口气，和其他基地比，他们横断基地恐怕是要拖后腿。忽然智能手腕发出提示，请注意，已经进入目标狂暴黑猿栖息范围。就在这道声音响起的下一秒，一只巨蛇突然撞开灌木冲来，整整4米粗壮的蛇躯，长度更是达到数十米。它张开尖锐的獠牙，狠狠朝着我咬来，恐怖的血盆大口几乎要将我整个人吞下。我瞬间转身，双手抓住巨蛇的獠牙，猛然发力，在飞人的力气和13吨重量加持下，巨蛇的獠牙瞬间崩断，鲜血迸射而出，让它痛得缩回脑袋。但我根本不给它一点喘息的时间，脚下地面凹陷，身影瞬间冲到巨蛇面前，一拳落下，脊骨直接被崩裂碎断。巨蛇凄惨嘶吼，阴冷的蛇眸露出畏惧，立刻就想逃走。我反手抱住，将它缓缓拖了回来。巨蛇发出惊恐的疯狂挣扎，地面不断颤动，然而根本无济于事。我的拳头直接轰向它的脑袋，巨蛇血肉炸开，头骨直接瘫陷碎裂。我双手抓住巨蛇下颚，直接用力撕成2半。这凶残的一幕看得罗轩和罗宁瑟瑟发抖。另一边，清楚看着过程的指挥部陷入了寂静，所有人目光震惊，这也太变态了。他自身才16级吧，竟能硬刚29级的巨猛蟒，这是什么怪物啊？杨笑默默低头，反复看着手里握着的资料，这里明明显示他的职业是召唤师，没错啊。突然一声咆哮透过屏幕响彻室内，众人顿时脸色凝重。只见一只足有50米高大、浑身肌肉膨胀的豹猿从半山腰跃下，似乎是被战斗的动静惊醒，愤怒地朝着这边冲来。女军官面色大惊，不妙了，是狂暴黑猿，他怎么到34级了？变异兽美国10级就是一次蜕变，他同样能几拳砸死巨猛蟒。杨笑摇了摇头，心中同样不看好。在整个人族中，能做到这么大战力跨度的没有几个。他的手掌已经拿住对讲机，只要情况发生不利，立刻就让4架武装直升机支援。我没来得及收获战利品，一道面目嗜血狰狞的巨大黑影就从上空扑下，黑猿的双掌抱成巨拳轰然砸落，我毫不畏惧，直接抽出背后战刀斩出，正好斩在皮质坚硬无比的巨拳上，一道冲击波向周围散开。不过我毫发无伤，所有的伤害全被银蝶挡下。黑猿再度咆哮，身体猛然变大几圈，迅速达到了70米高，接着如同打苍蝇一样，手掌立刻拍下。可我瞬间出现在黑猿头顶，战刀猛然劈下，近在咫尺技能发动。这个原本是保命的技能，已经被用来位移近身了。可怕的一刀如同银光，瞬间斩在黑猿的后脑勺，却只留下了一道深半米的伤口。黑猿吃痛下，立刻转过庞大的身体，双掌疯狂乱拍，不过全被我躲开。这时我来到他的跟前，战刀在同一地方连斩数下，黑猿立刻抬起脚狠狠踩下，瞬间一阵地动山摇，烟尘朝着四面八方掀起，而我早已出现在10几米外。看来13吨的重量和风力还是很难造成黑猿重伤，自己到这里已经是极限了。想到这里，我也不再拖延，瞬间一把介于虚实之中的利剑出现在手上，剑身铭刻着无数看不懂的白文，神秘且玄奥。感受到精神力瞬间消耗一空，我不由脑子一沉，第一次登台亮相，就让我看看你的威力吧。随即我缓缓抬起手，顿时黑猿汗毛倒立，他感受到大脑传来一阵战栗，宛如被什么无形威胁着，是这个蝼蚁搞的鬼。黑猿立马向前扑去，想要快速解决战斗，然而我的手已经挥落，法剑瞬间斩过黑猿身躯，没有一丝征兆，他那巨大的身躯轰然倒下，狂风瞬间吹开了四散的烟尘，他的肉身还活着，但精神已经崩碎死去，直接被我秒了。我收回战剑，所幸狂暴黑猿的威势凶悍，散发的气息让附近变异兽不敢靠近，而且战斗结束的很快。看到这里，远处空中支援的武装直升机缓缓掉头飞走，整个指挥部没了声音，所有人都在呆呆看着屏幕，甚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杨笑沉思了片刻，立刻就想到这应该是精神创伤类技能，这类技能非常稀少，但真正让他惊讶的还是我自身的恐怖的战力，竟然真能跨越18级的跨度。硬汉狂暴黑猿毫发无伤，关键这还并非什么爆发手段，而像是常态战力，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。那些能直接跨越一个大转击败敌人的怪物，无一例外靠的只是爆发或者大招，并非恒定的状态。两者虽然都能做到很大战力跨度，但差别却非常大。如果可以一直保持这种常态，又能跨越2个大转的战力，到了前线上绝对会成为异族的噩梦。想到这里，杨笑顿觉心脏加速，无比欣喜。杨笑大步走出指挥部，来到一个不起眼的小房间，关上门，开启重重隐秘阵法，接着小心拿出一个通讯器。张哥，横断军事基地发现一位妖孽，他太猛了，我现在重伤在身，怕是保不住他。大概等了半小时，那边传来响动，说清楚具体有多强。杨笑想了想，同级下，咱俩联手都能被他把头按在地上锤。那边沉默了片刻，那不得了，我估计整个人族也保不住他，等着被异族刺杀吧。杨笑有些无奈，他单手能碾压我，但对上张哥你不好说。听到这话，那边立刻回道：好，我这就和其他王座商量商量。与此同时，罗轩看着黑猿巨大的尸体，一脸激动喊道：完全不需要黑明都能力敌34级的变异兽，林哥太有实力了。我笑而不语，随即意念微动唤出40米高的黑明，让他把2只变异兽尸体吞掉。很快进化值加了 0.2 点，距离1200多还差很远。我思考片刻后，把手中还有之前杀变异兽挖的几枚生命晶石全部扔进了漆黑火焰中，平均每枚生命晶石都提供了至少1点。我目光一亮，这样的话进化值总算有可以快速提升的方法。随后我带着2人继续深入，半小时后，一只体型30几米、尖长獠牙的巨虎冲出，然而不等他进攻上来，黑明树瞳一瞪，威慑下他直接僵住，紧接着地面炸裂，黑明瞬间出现在巨虎面前，利爪猛然伸出，威力惊骇的一爪下，巨虎直接被拍飞。强大的后坐力下，
下，巨虎连续撞塌好几棵参天大树，面目上出现4道狰狞的伤口，流出无数鲜血。可还没等他从剧痛中缓过神来，黑明又已然站在他的面前。跑！这个念头瞬间充斥他的大脑，可在速度上他完全比不过黑明。短短10几秒时间，巨虎就被漆黑火焰完全吞噬。这凶烈的一幕看得指挥部都有些害怕。那双树瞳即使隔着屏幕，也让他们浑身发寒，感觉下一刻就会死亡。杨笑嘴角苦笑，内心有一种后浪推前浪的感慨。三人一兽穿行在山脉1小时后，这里已经全是30级以上的变异兽活动范围，但有黑明威慑，没有任何一只变异兽胆敢靠近。就在这时，一条全身遍布血红鳞片、体长整整100多米的巨鳄忽然睁开血色树瞳，一股可怕的凶残威势爆发，向闯入领地的人发出警报。黑明顿时獠牙毕露，身上爆发出恐怖的暴虐气息，缠绕的威势比巨鳄更加骇人。下一秒，他的体型迅速爆长，体长达到接近300米程度，感觉被无形压了一头的巨鳄愤怒冲去，每一步都让地面震动。黑明浑身冒出漆黑火焰，利爪伸出黑光浮现，同时表皮和毛发上缓缓升起一圈金色光芒，透露无法撼动之意。巨鳄张开庞然大口，一排排利齿尖锐无比，然而咬在金光上却怎么也合不上嘴。黑明树瞳只是冷冷看着他，随即抬起利爪狠狠落下，瞬间无数血红鳞片被撕裂，皮肉一片模糊。与此同时，巨鳄凶厉咆哮，甩起厚重的长尾，上面血光轮转，威势恐怖，带着凶猛的狂风抽向黑明。只见地面离出4道长长深痕，黑明全力堪堪停住，巨鳄紧接而上，前肢猛然蹬起咬住黑明，带着他一起坠入后面的湖泊。瞬间滔天的水花溅飞，湖泊底下2只巨兽疯狂打斗，搅得湖水一片浑浊。黑明全身的漆黑火焰丝毫不减，反而是周边湖水的温度不断上升。即使占据环境优势，巨鳄依旧被死死压制，用上力量天赋血光疯狂轮转，还是造不成一点伤害。仅仅几分钟，庞大的湖泊水位下降了小半。忽然水面爆开，一个黑色巨狼冲出湖面，接近300米的巨大体型压迫感十足，加上身上缠绕的凶厉威势，让人不禁颤颤巍巍。虽然黑明不会攻击他们，但罗轩和罗宁还是止不住内心的恐惧，就连透过屏幕的指挥部也一样。至于巨鳄，已经被吞得渣都不剩。这时手腕上的小艾发出声音，任务已全部完成，可回军事基地的接取点进行提交。等到3人回到横断基地，已是深夜1点钟。我径直走进接取点，找到一名女兵交付任务。女兵不敢置信地问道：“你们真的完成了吗？”我点了点头，调出小艾的录像佐证。好一会后，女兵才反应过来，一共200贡献点，你们是组队行动，准备如何分配？我按照女兵说的比例把分数转给了2人。我看了眼罗轩和罗宁，他们现在跟着我不仅没有作用，还不能很好的磨练自身，看来是时候给他们找一个更适合的队伍。就在我离开不久后，接取点的大屏幕上赫然浮现一行字：云雀学府大一学员16级召唤师，贡献点100，排行1245名。不只是在横断基地，其他聚集着众多学府的基地也同时间浮现了这行大字。这一刻，不少待在接取点的学员都是面露惊讶，这人是谁啊？直接获得100贡献点，一波完成了至少2个3转级任务了。我也是大一新生，现在贡献点才个位数，谁不是呢？我只敢做1转级的任务，这些变异兽太凶猛了，我等级占优都被压着打。现在多数的大2、大3学员都仅只有几十的贡献点，大一学员上了10位数的更是很少。众人之所以吃惊，是因为他仅才16级，只是大一新生，却跨越了2个大准，成功击杀了2只30级以上的变异兽。罗象基地内，冯毅正商讨着怎么击杀外围的60级巨兽，突然看到排行榜浮现的名字，微微愣了愣，怎么可能？听到冯毅的惊呼，几名导师顺着目光看去，老冯，你认识这个学员？大一新生第一天就上百贡献点，有些夸张了吧？冯毅点了点头道：“我之前和你们说过的招收遗憾就是他，当时季飞给的实在太多了，否则他说不定就是咱们北龙的学员了。”听到这话，众导师恍然，原来是冬天的状元。不过很快有人摇头说道：“应该是有战力强大的老生组队带他，否则凭他自己，没道理一波赚到上百个贡献点。不错，但这样的行为不可取。此次清理行动除了防止变异兽暴动，还有磨砺自身的目的在。是啊，时局紧迫，理应以提升实力为重，故意博取排名没什么用。”众导师连连摇头，冯毅也长长叹了口气，本来他挺看好我的，现在却有些失望了。这时他看向不远处的黑衣青年，露出微笑道：“云虚，完成任务了。”听到声音，萧云虚走过来：“是的，冯导师，杀了2只27级的变异兽，原本能很早回来的，不过中途碰到了1只33级的重甲蜥，费了很大功夫才杀死。”萧云虚声音平淡，仿佛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冯毅嘴角抽了抽，发自内心惊叹：“厉害，17级就能斩33级的变异兽，你们这届天才真是层出不穷。”萧云虚嘴角微微挑起，脸色无比自信：“导师你放心，这是天骄大事不假，但有我无敌，我将横压所有敌手，登上人族的王座。”萧云虚偷偷瞄了一眼，发现众导师都捂着脸没有说话。突然他看到了大屏幕上的名字，顿时脸上僵住，心中1万个无法相信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怎么有人比我还要猛？100贡献点，就算上我杀的那只重甲蜥蜴也比不过啊。看出萧云虚的怀疑人生，冯毅有些无奈开口道：“刚才我们讨论过，这大概是有老生带的结果，不用在意。”萧云虚顿时松了口气，不过完成2转任务的欣喜也荡然无存，匆匆告别冯毅，随后毅然决然地走向已经笼罩在漆黑下的山脉。与此同时，我回到宿舍，跟着舍友一行人吃了顿烧烤，并把罗轩和罗宁托付给他们一个队伍。翌日9点，我来到接取点，选了2个4转要求的困难级任务。就在我进入山脉后，女军官立刻对着杨笑喊道：“
他这次接了4转实力的困难级任务。听到这话，杨笑狠狠吸了口凉气，越2个大转还不满足，这小子还想越3个大转。4转对应的也就是40级以上变异兽，这可是一条分水岭，就算武装直升机把火药打光，也擦不掉40级变异兽一层皮。通知云雀学府的导师，让他们去一个跟着吧，我怕陈琳出事。是。女军官立刻操作起来。很快，这道信息通过智能手腕传给了留守在横断基地中的3名云雀导师。收到后，他们立刻商量了一番，最终让蒋无月前往。只要陈琳按下呼救，就能第一时间获得支援。与此同时，无数巨树藤蔓中，一只黑色巨狼急速穿行，大约1小时就到达了任务目标位置。此时，等级44的巨大3头蛇正发出嘶嘶的警告。我默默伸出了手，透明神秘的1米多长利剑浮现。随着我缓缓抬手挥落，3头蛇顿时蛇眸一缩，冥冥中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。下一秒，左边的蛇头突然发出凄厉惨叫，随即无力倒在岩石上。另外2个蛇头见状，赶紧推了他几下，发现毫无声息后，瞬间惊恐万分。随后我便命令黑明上去咬他。接到命令，黑明顿时咆哮，体型猛然爆长接近300米，全身升起漆黑火焰。感受到恐怖的凶厉威势，3头蛇猛然张开大嘴，吐出紫色的剧毒。黑明直接硬抗上去，张开獠牙直接咬住中间的蛇头，带着他掉到大地一阵翻滚。另一个蛇头看见同伴被疯狂撕咬，咆哮着张开獠牙，狠狠咬碎。金光深入到黑明血肉中，瞬间毒素随着血液流进5脏6腑。巨化下的体质属性让黑明硬抗住了剧毒侵蚀，利爪上黑光浮现，直接拍开这只咬住他的蛇头。就在这时，我拔出天剑，身影瞬间消失不见，猛然出现在3头蛇眼前，天剑狠狠插入蛇眸，剧痛下蛇头发出惨烈嘶吼。与此同时，携带着漆黑火焰的利爪瞬间挥来，把他狠狠拍进地面。但他30几米粗大的蛇尾卷起狂风呼啸拍来，我立刻抬刀抵挡，我的身影就宛如一个导弹砸落地面。眼见这一幕的黑明顿时暴怒，利爪附着黑光轰爆空气，凶猛撕下，坚硬的表皮此刻就如同纸张般脆弱，被撕出几米深的狰狞伤口。接着黑明瞬间转头，死死咬住另一个蛇头的颈部，疯狂撕扯，仿佛要将它硬生生断开。2头上百米的巨兽扭打在一起，无数泥土炸裂，巨树崩塌。我从烟尘中站了起来，毫发无伤。银蝶的防御还是那么值得信赖。看着越打越疯狂的2只巨兽，我坐到一旁的岩石上，剩下的只有等黑明慢慢磨了。这时不远处，一名身穿白色战甲的高挑女子正悄无声息地靠近，但只见我迅速抓起战刀，银芒闪烁，瞬间斩出。可我很快露出意外，导师蒋无月点了点头，有些吃惊，感受到战刀传来的重量，连他这59级的职业者都要微微用力才能挡住。导师你怎么出现在这里？面对疑问，蒋无月不动声色地收回有些发颤的手指，平淡道：路过，听到这边动静大，所以来看一看。就在这时，30多米的蛇头猛然从天砸下，轰的一声，大地烟尘滚滚，凶厉的咆哮传遍数千米。黑明屹立在3头蛇的尸体上，漆黑火焰贪婪吞噬着，把它转化为能量和进化值。超越300米的体型看起来如同真正的天灾巨兽。蒋无月看得有些震撼，即使隔着这么远，那股仿佛要吞噬一切生命的暴虐气息也令他感到发麻。另一边指挥部顿时沸腾，跨越3个大转，整整28级相差，他真的做到了！天啊，这战力怎么会这么夸张？我感觉他比那个觉醒了3S 级天赋的妖孽还要强。就连杨笑也有些激动，无数漆黑的火蛇飘过空中，融入黑明的体内，他的体型迅速变小，来到我的旁边趴下休息。随后蒋无月关心了一声便离开了。打开地图确认路线后，我骑上黑明继续出发，吞噬了3头蛇和他的生命晶石，黑明体型直接增长了1米，进化值更是加了10点。按照这样的速度，或许只要4、5天的时间，黑明就能再次进化。这次的进化，黑明生命层次就能触及高级召唤物，天赋也将全面晋升成为级，到时候战力无疑会变得更加恐怖。这时远处忽然出现巨大响动，伴随着咆哮嘶吼，一只蛮牛赫然冲来。蛮牛全身附着厚重坚硬的暗黄鳞片，2只犄角长达30几米，具体下地面全部裂开。第2任务目标45级鹿角蛮牛。见状我没有犹豫，立刻给出强化术。黑明一声咆哮，体型迅速爆长，漆黑火焰炸开，同时金光浮现，仅瞬间战力全开。也在这时，鹿角蛮牛那双尖锐的犄角狠狠撞了。黑明抬起前肢2掌挡住，恐怖的冲击力下，黑明瞬间被疯狂推向后面，留下长长的深痕。2只巨兽眨眼间就冲出了数千米，空中无人机连忙加速跟上。此时指挥部里杨笑立马开口通知下去，让路线上的学员赶紧远离。陈琳的召唤物打起来可不会顾及他们。女军官闻言立刻操作起来，黑明双爪伸出附上黑光，猛然发力将鹿角蛮牛掀倒，巨大的身躯摔在地上，烟尘滚滚。此时一支2男3女的队伍拼命跑出几百米后，回头看着这一幕有些震惊，这就是指挥部让咱们离开的原因。还好走得快，不然被波及到命就没了。不对，一只是45级，另一只怎么才16级？我靠，你告诉我这是16级？5人目光难以置信。驻扎在附近的女导师察觉到动静，立刻准备赶过去处理。然而蒋无月悄无声息出现，挡在他的前面。不用管，那是我云雀大一学员的召唤物。听到这话，女导师一愣，目光瞬间震惊无比。大一，你没开玩笑吗？看到他这反应，蒋无月嘴角微不可察上扬，平淡道：他在这一届确实优秀。女导师神色呆滞，这哪里是优秀，就是妖孽吧？大一就有4转这样的战力，我听都没听说过，这就是大夏顶尖学府的含金量吗？女导师目光复杂，他是你的学员？蒋无月表情一僵，干咳道：算是。他和季飞是从小到大的玩伴，他的学员等于自己，这很合理。听到这话，女导师目光顿时有点羡慕。半小时后，黑明终于把鹿角蛮牛吞噬，凶厉的目光扫了一眼四周，没有发现主人后，他立刻转身返回。没多久，他就发现了正被一只50多米的蛤蟆追着打的我，瞬间无比暴怒，身影眨眼冲过去，恐怖的一掌拍下，直接将这只36级的变异兽秒杀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松了口气，使出恢复术休息半小时后，一人一兽接着出发寻找40级以上的
变异兽猎杀。2个任务完成，我没有选择回去接取点交付，那样一来一回花费的时间太长了，那点贡献点少赚就少赚了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黑冥尽快进化，然后自己升到20级进入转生副本。自从了解人族的状况并不好后，我就一直有莫名的紧迫感。深夜，咆哮在山脉震响，黑冥全身缠绕恐怖威势，脚下是2只42级的变异兽，漆黑的火焰正吞噬着他们的尸体，不断转化后融入黑冥的身体内。我粗喘着气，精神力已经透支到了极限，连恢复术也维持不了，脑海无比虚弱，体力也接近力竭，全身发麻作痛。刚才强行用肉身帮黑冥挡了另一只变异兽几分钟，差点翻船了。不过收获是值得的，一整天下来，杀了有15只40级以上的变异兽。黑冥的常态体型成长到了58米，属性全部增加整整58点，集体破了300。如果现在再对上鹿角蛮牛，10多分钟就能解决。而像旁边这2只42级变异兽，更是直接碾压，进化值也加了195点，距离圆满只差1020。见我回到横断基地后，所有人松了口气。女军官吞了吞口水，忍不住惊呼出声：太可怕！一天就杀了15只40级以上的变异兽，这如果换成贡献点得有2000多吧。听到这话，众人都是一脸敬服。现在咱们横断基地贡献点最高的学员才700吧？没错，也是云雀学府的大肆晴空，3年前的冬天状元啊。其他基地呢？杨笑问道。女军官手指快速操作，很快回应：北龙和其余数座学府所在的罗象基地，学员最高的贡献点是1000，其次是南边云天学府890，西边青天学府850。这次的变异兽清理行动，一共有上百座学府参与进来，分布在10几座军事基地。先从面积最广、变异兽数量最为庞大的山脉开始，随后再依次扫荡周边，持续时间大概几个月乃至更久，直到将变异兽群体削减到无法威胁城市的地步。怎么拉开了这么多？看着不止学员第一相差很大，整体清理进度上罗象基地也遥遥领先。杨笑皱起眉头，女军官说道：北龙学府每年评定都是位列群首，绝大多数人自然更愿报名那里。这届又是天骄大事，天才井喷式涌现，可想而知他们的竞争状况有多恐怖。每个人都在发挥全力，不甘居于人后。不过这是好事，他们清理速度越快，后面就能分出余力去帮其他比较落后的基地。除了我们这5座有着顶尖学府负责的基地，其他13座基地情况很不乐观，20级以上的变异兽基本没有减少过。杨笑点点头，所以我们也要抓紧时间，尽量争取支援别的基地。我来到接取点已是2点半，路上依旧灯火通明，不少学员用武装车拖回来的变异兽做起了露天烧烤。交完任务后，我的排名顿时宛如坐火箭般往上窜，从1245名变成第10。我并不在意，转身朝着宿舍回去。刚打开门，枫叶立刻冲过来，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。实话实说，陈琳，你是不是披着人皮的一族？这战力跨度简直太夸张了。我笑而不语，坐到椅子上。现在学府共同论坛上已经炸开锅了，枫叶跟着坐在旁边，震撼道：大家都误以为是老生带你，在严厉谴责这种行为。如果说你之前完成3转级任务，直接获得100贡献点，还有一点相信余地，那么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在质疑，觉得这太假了。哈哈，现在晴空学长老惨了，他是最大的怀疑对象，许多人的矛头都针对向他。我好奇问道：为什么？与此同时，我的智能手腕一个好友申请亮起，正是被人误会带我刷分的老生晴空。随即我点了同意，同意后的第一时间，晴空只发来了一句话：明天52级的岩溪巨龙有没有兴趣？此刻我看着晴空发来的消息，回复道：我只需要生命水晶和巨岩龙蜥的尸体，贡献点你们拿。约定了见面地点和时间后，1日我走到基地大门外，晴空立刻招了招手，他一旁身材曼妙的女生目光一亮，开口道：你好，我叫叶可惜。另一个男生是王耀，我点了点头，随即4人坐上武装车向山脉深入。路上晴空讲解道：巨岩龙蜥有着一丝王级血脉，天赋不清楚，我们应对时要格外小心。到时候我和王耀主攻，可惜在远处给曾毅和治疗。陈林学弟，你的召唤物战力怎么样？我淡淡道：硬抗巨岩龙蜥不是问题。听到这话，3人顿时眼神一亮，暗道没找错人。本来若我战力仅勉强达到40级变异兽水准，这场战斗根本没作用。现在见我如此自信，他们也算吃了颗定心丸。武装车行进200公里后，众人下车，晴空停下脚步，转头道：这里就是巨岩龙蜥的盘踞地了，我去将它引过来，各位准备好抵挡。闻言我淡淡开口：不用。随即意念微动，一只58米的黑色巨狼降临，暴虐的威势瞬间席卷开来，凶厉咆哮响彻数千米远，吓得无数变异兽慌忙逃离。见状，3人都有些吃惊。伴随着咆哮声，岩石洞窟中一双宛如灯笼的黄色树眸猛然睁开，刹那间恐怖的气息炸开，贯穿天际的霸道咆哮中，巨岩龙蜥走了出来，每一脚落下都让地面震动不止。看着它500多米的庞大体型，全身长满宛如磐石的鳞片，身上缠绕的威势让人心悸不已。晴空3人目光凝重，感觉还是低估了它。然而我的脸上依旧平静，意念沟通黑冥，黑冥瞬间爆长成接近500米的巨兽，漆黑火焰炸开，金光浮现，威势顿时更加恐怖。这一幕让3人倍感震撼。前方巨岩龙蜥的树眸浮现灭时，他能感觉到眼前这只兽的生命层次没他高，只有那些漆黑火焰让他感受到丝丝威胁。这时黑冥突然露出一丝挑衅，巨岩龙蜥顿时暴怒，前肢猛然一踩，地面炸裂，一根根几10米粗大的尖锐石柱向黑冥冲去。黑冥不躲不避，屹立在4人前面，以金刚之躯直接挡住，利爪浮现黑光，瞬间拍碎石柱。这时巨岩龙蜥已经咆哮而来，100多米厚重的手掌压爆空气，狠狠拍下。黑冥迅速朝侧一闪，接着一爪挥去，却仅刮掉一层盘鳞的皮。随后巨岩龙蜥转身一掌拍向黑冥，这次附上了天赋之力，黄色光芒璀璨闪烁，瞬间重量恐怖暴增，宛如泰山般砸来，力量之大让空气都被炸响。黑冥护体的金光没撑多久就直接碎开，身影被击退几10米才堪堪停住。眼见战斗转瞬即起，晴空立刻道：可惜，立马给群体增益，单体的增益全给陈琳召唤物。他很果断，明白巨岩龙蜥比想象中强太多，这50级且
带王级血脉的变异兽，根本不是他们能跨大战击杀的，哪怕同级战斗也极为艰难。但同时他也震撼，这召唤物16级就能抵挡52级变异兽，中间整整间隔36级，战力太恐怖了。叶可希立刻点头，身上亮起闪耀的金色光辉，4道5芒纹路在三人和黑明脚下浮现，一股力量源源不断传来，接着一道道光环全部施加给黑明，黑明的4维属性瞬间齐齐涨了一大截。见状，叶可希满脸惊愕，这些增益落在晴空身上至少能增加1倍，对这召唤物的增幅却减弱很多，实在可怕。叶可希动作不停，意念微动，使出天赋之力，天罚女神的庇护。经过短暂牵引咏唱，一道双手持利剑，漠视天地的神女缓缓出现在黑色巨狼上方，合住的双眸睁开，瞬间宛如诛杀万物的恐怖威压爆发而出。此时我也默默给出强化术，众多 buff 叠加下，黑明的属性直接达到2000，魔力上升让漆黑火焰温度更高，即便相隔100米，晴空三人也感受到恐怖的炙热。这样的变化让巨岩龙息无比凝重，他突然看向晴空三人，树眸大怒。晴空神色紧绷，拔出战剑，直接动用天赋极尽超越，脚下泥土炸开，身影宛如瞬移般出现在巨岩龙息头顶，眨眼间挥出10几剑，却如斩硬石般根本破不了防。对巨岩龙息来说，连挠痒痒都不如。晴空不敢贪伤害，立刻撤退。然而就在他跳开巨岩龙息头顶时，巨岩龙息猛然仰天咆哮，下一秒黄色气流炸开，蔓延周围100米，形成一道领域，沉重到极点的重力压在晴空身上，他的身影直接从空中砸落到地。晴空刚艰难站起，上方一只巨掌带着大片阴影踩下，叶可希神色大变，立刻使出所有防御手段，可升起的屏障脆如纸糊，1秒都没坚持住就破碎了。晴空不由升起绝望，腹部血肉裂开，想要冲出。就在巨掌即将压扁他时，一道黑影瞬间冲来，恐怖的冲击力直接把巨岩龙息撞翻，掀起的狂风宛如巨山倒塌。看着屹立身前的巨大黑狼，晴空目光感激，飞速远离巨坑。回到原地，晴空面带苦笑，我没想到巨岩龙息还有第2天赋，他的战力可能比55级变异兽还强，我们现在完全没作用了。之前还担心我不靠谱，结果如今2级反转，若不是有黑明，他怕是必死无疑。就在这时，黄色领域再次展开，恐怖的重力下，黑明被凶猛压制。晴空担忧道：“他能赢吗？”叶可希死死咬着牙，汗珠从脸颊流下，全力维持着黑明的增益和治愈。不行的话，我们一起撤吧，这次任务放弃。我脸色平淡，你们往后退去1000米。黑明要开大了。三人顿时惊愕，这竟还不是全力，但也只愣了片刻，便毫不犹豫转头跑走。半分钟后，三人在1000米外回头，一道凶厉至极的咆哮猛然响彻天地，恐怖的漆黑火焰汹涌炸开，扩散1000米范围，暴虐的威势攀升到极致，数千米内宛如迎来中烟。一道700米大的凶虐虚影缓缓凝聚，散发着渴望吞噬一切的恐怖气息。三人脸色发白，内心升起深深恐惧。叶可希更是双腿发软站不起来，他能感觉到庇护黑明的天罚女神被这股力量直接撕碎，这冲击力对他而言不亚于信仰的神被一巴掌拍死。与此同时，巨岩龙息双眸惊惧，身在漆黑火焰中，全身盘鳞一层层融化，黄色气流脱离身体就被吞噬，重土领域也被死死压制。看到黑明再次露出嘲讽表情，他瞬间气怒咆哮而上，巨掌冲开漆黑火焰，带着黄色光芒拍下。黑明不闪不躲，凶烈虚影抬起恐怖火焰凝聚的利爪，如雷电般撕裂而去。双方碰撞，炸开黑黄2色冲击波，巨响传遍四方。巨岩龙息突然感觉手掌剧痛，防御强大的盘鳞被火焰利爪直接破开，恐怖温度缓慢吞噬他的生命。他终于慌了，全力催动天赋，猛然回身，100米长的尾巴呼啸横扫。黑明轻轻一跃躲开攻击，随即来到巨岩龙息面前，利爪挥下，巨岩龙息凄惨咆哮。他向来靠强大防御横行，几乎没受过伤害，如今却已濒临重伤，而且他防御和力量虽强，速度却慢且笨重。反观黑明，在凶虐虚影的攻击距离加持下，直接开启风筝拉扯，让他只能原地跺脚，无能狂怒。经过半小时消磨，巨岩龙息四肢站不稳，生命即将耗尽，双眸满是恐惧。黑明毫无波动，树眸内只有贪婪。漆黑火焰沸腾，利爪挥出给予最后一击。巨岩龙息不甘咆哮，庞大身躯轰然倒地，瞬间被漆黑火焰吞噬干净。这时空中一架无人机快速飞来，指挥部众人看到地面的末日景象，无不震惊。杨笑视线锁定屹立的黑色巨狼，不见巨岩龙息踪迹，瞬间明白结果。他倒吸一口凉气，惊叹：这家伙到底还要给我多少惊喜？第一次跨越2个大转已是人族极限，又跨越3个大转宰了3头腐蛇，现在更是16级力斩52级王级血脉变异兽，整整4个大转的跨度。杨笑100%确定一族的目标是陈琳，冷笑道：该好好布置，这张抓大鱼的网要弄结实点，明天把陈琳斩杀3头腐蛇的战斗录屏发到学府共同论坛，让所有人知道我大夏出笼了。众人一脸激动的应是。晴空三人回到原地，叶可希一脸敬佩：陈琳学弟，你这召唤物也太恐怖了。王耀和晴空也点头。晴空道：别的学府都说是我带你，其实是你在带我，这次我和王耀都没出力，贡献点你和可惜分吧。我摇摇头，就按原先说的来，我还想继续猎杀50级的变异兽，你们帮帮忙怎么样？吞噬巨岩龙息和他的生命晶石后，黑明进化值直接加了150点，是40级变异兽的10倍，再杀10只说不定就能再次进化。晴空目光一亮，欣然答应。叶可希的辅助作用很关键，接下来三人开始清扫周边50到54级的变异兽，直到深夜，我见黑明进化值圆满，便叫上三人准备回去。指挥部众人纷纷赞叹，他们一天竟击杀了11只50级以上的变异兽，速度比导师还快。一旁的女军官说道：整座百连山脉50级之上的变异兽总共只有1000多只，按这速度，预计1个多月就能清理完成。杨笑点头满意，这些50级变异兽是受潮隐患，杀完他们，更强的灵智巨兽就不敢轻易进攻了。回到宿舍，我拿起特制机，用贡献点申请10块2级生命晶石，贡献点购买力比学分高，是前线交易体系，只能通过为人族做贡献获取。清理变异兽自然算。
很快，生命晶石送到，我打开保险箱，将10块拇指大小的晶石全部握在手中，晶石瞬间炸开，化作碎片洪流融入体内，我的等级飞速上升到20级。看着个人面板2转的提示，我毫不犹豫点下，瞬间一道白光闪过，视线恢复时已身处一片平原，眼前出现一道透明框，坐标编号00996，这是被恶堕种族入侵的世界，他们奴役一切，繁衍壮大。任务：击杀恶堕，人数1人，时间限制24小时，无法主动回归蓝星。我微微皱眉，恶堕是进攻人族的一族之一，竟还有余力入侵其他世界，眼神顿时凝重。许久后，我来到一座崖边，只见一片巨大种植园旁，围着一只全身灰色皮肤、2米多高、头上长双角的直立恶堕，它们双目细血，催促着面色麻木的人类割出鲜血，喂养通体黑色、长着血红果肉的小树。见此一幕，我愤怒不已，荧光闪烁下，战甲覆盖全身，瞬间泥土炸开，我从100米高的悬崖跃下。就在2只恶堕说话间，身后突然传来巨响，他们疑惑转头，只见滚滚烟尘中一道银色残影迅速冲出，眨眼间我就来到他们身前，覆盖战甲的拳头带着白色冲击波狠狠挥去，正中一只恶堕面门，随着鼻骨碎裂声，它如炮弹般倒飞几十米，撞在泥地上，大脑震荡，若非肉身强横，脑袋早已爆开。另一只恶堕脸色大变，手中凝聚黑色力量凝成长矛刺来，我不躲不闪，直接抓住矛尖，用力崩碎。恶堕惶恐，转身呼唤同族，可我的速度更快，抽出战刀直接斩下，将它一分为2，灰色鲜血溅射在战甲上。所有恶堕终于反应过来，一双双恐怖的眼睛带着愤怒望来，我毫无畏惧，战刀缓缓变形为3米多长的威猛战戟，恐怖重量挥动下让空气轰轰狂响，随即化作残影，瞬间出现在近铁3米前。近铁惊骇，举起护盾挡去，却被瞬间轰飞砸入悬崖壁。他挣脱后凝重地看着我，力量和速度都不如我，他可是3环恶堕，但想到种植园有80只恶堕，近铁残忍笑道：“一起上，把他撕碎了喂养血果。”所有恶堕咆哮，黑色力量涌现，空气充斥厌恶气息，我全然不受影响，身体暴起冲出，战戟轰破空气横扫。最近的2只恶堕被戟芒轰爆头颅，根根长矛贯穿而来，刺在战甲上却毫厘难尽。恶堕们惊愕之际，战戟破空而至，瞬间秒杀一片。我如人形凶兽，220点力量属性加持下，手握13吨重的战戟，大开大合间，一只恶堕残缺倒地。近铁逐渐慌神，用黑色力量凝聚锁链将我缠住，快，一起控制住他。话语刚落，近铁感觉锁链那头传来巨力，身体不受控制朝前冲去，恐怖的战戟自上往下轰来。他脸色大变，疯狂催动天赋，皮肤表层破开，长出坚硬黑色角质，却仍被战戟一分2半。看见兄长惨死，近塔目眦尽裂，转身向王城跑去。我立即将战戟变为战枪，对准近塔身影，手臂肌肉绷起，全力射出，战枪贯穿而去，瞬间轰爆他的头颅。其余恶堕顿时咆哮：“他没武器了，快上！”话音刚落，我一拳打爆冲上来的恶堕脑袋，开始肉身拼杀，每拳都带着白色冲击波。没多久，80只恶堕就被我全部轰碎。就在我准备捡起战枪的时候，天空突然出现一个由灰色阵纹形成的巨大眼眸。此刻我抬头望着那只巨大灰色眼眸，看来已经被发现了。随后我深深吸了口气，意念微动，唤出黑冥，100多米的体型缠绕着凶厉可怕的威势。此时大批恶堕已经在赶来的路上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立刻点击确认进化。伴随着我的点击，黑冥体内深处的本源力量矩阵，一股股恐怖的进化之力扫遍全身，接着化作黑色光柱贯穿云层，直接把灰色眼眸震碎。天地仿佛都在颤抖。黑冥仰天咆哮，恐怖暴虐的威势伴随声音传遍了整整数千米。恭喜你的召唤物黑冥获得技能全勇，恭喜你的召唤物黑冥获得新天赋死亡重瞳，所有的属性提升90点。我松了口气，又是一次全面的大加强，其中最厉害的还是火焰晋升为了天焰，融合3种力量后已经能够形成领域了。至于死亡重瞳，虽然没有使用过，但那级天赋总不可能弱。就在这时，天空突然浮现点点阵纹，一个巨大的灰色眼眸重新浮现，紧接着地平线上密密麻麻的恶堕凶猛冲来，最前头的10只恶堕更是高达55级，这样的20级转生副本难度，整个人族从未出现过。我心念微动，随即战枪变形化作一杆战戟，冷冷道：“黑冥，一个不留。”话音刚落，黑冥体型迅速爆长，飞快化作一头肩高550米、身长整整上千米的恐怖黑色巨兽，漆黑火焰从全身爆开，深蓝的树眸已经变成灰色重瞳，弥漫着让生物心悸的死亡气息。凶厉的咆哮响彻10几公里，恐怖的威势下，所有恶堕都停滞了下来，全都从外到内感受到了深深的恐惧。那全身熊熊燃烧的恐怖火焰，让他们感受到极度危险。即便相隔几公里，炙热的高温依旧不减。上千米的体型下，黑冥缓缓一步就是几百米的跨度，这一步立刻让5环恶堕们瞬间警惕起来。突然，黑冥猛然发力，几百米范围的大地立刻崩裂，同时使用迅疾提升速度与全勇摄取天地能量，身影瞬间出现在恶堕群中，灰色的重瞳冷冷盯着他们。黑冥抬起巨大的利爪拍去，一大片阴影落下，许多恶堕在恐怖巨爪下化作肉酱，被漆黑火焰瞬间吞噬。看到这一幕，领头的拉亚利斯立刻喊道：“不要管这怪物，去杀那个人类！”看着所有恶堕从旁边绕过，黑冥重眸瞬间冰冷，随即前掌落下，伴随咆哮，全身漆黑火焰炸开数千米远，将一切吞噬在内。无数恶堕瞬间惊恐，不仅感受到炙热的痛苦，生命也在感知中被迅速剥夺。仅仅几秒，弱小的恶堕便化为灰烬。拉亚利斯有些震惊，该死，这到底是什么力量，竟能直接燃烧我的生命本源？生命本源代表寿命，一旦损失无法恢复，除非用天才地宝弥补。他急忙下令：“快出手！”
再拖下去，就算能赢也没多少时间活了。9只5环恶舵点头，立刻凝出各种武器，各自施展出最强杀招。然而攻击打在黑明身上时，一道金色光芒浮现，散发着无可撼动之意，所有攻击被全部挡下。拉亚丽丝咬牙切齿，她的防御怎么也这么强？这时巨掌猛然拍来，宛如整座山脉压下，带着轰轰爆响。拉亚丽丝背后瞬间破出黑色古翼，如利剑般果断向远处冲飞。然而脑海突然充斥无尽恐惧，一双蕴含死亡之意的无情重眸在冥冥中浮现，盯着他。拉亚丽丝的身影瞬间停滞，在死亡重瞳加持下，威慑大幅加强。随即巨掌狠狠落下，拉亚丽丝完全动弹不得，大地瞬间崩塌，宛如地龙翻身。看着这如同天灾降临的黑色巨狼，剩余9只恶舵都从彼此目光里看出了惧怕。这巨兽太恐怖了，和怪物一样，我们逃吧。其余8只恶舵立刻点头，齐齐破出黑色古翼，向王城拼命飞去。黑明将掌下拉亚丽丝彻底吞噬干净，随即抬起重眸冷冷望去，随便定住一只恶舵，瞬间来到他身后，利爪浮现黑光，直接撕碎。看见这一幕，剩余8只5环恶舵亡魂大冒，恨不能再多生一双古翼。就在这时，黑明重眸涌出一股让恶舵毛骨悚然的死亡之意，直接让一只恶舵的周身范围变成灰色地带，瞬间将他的生命磨灭。与此同时，我看着其他杀来的恶舵面无表情，身影瞬间冲出，战技横扫四方，直指恶舵在霸道无匹的几芒下血肉炸开，失去生息。很快周围100米尽是灰血和尸块。找到解决战斗的黑明后，我顺着恶舵过来的方向急速前进，准备将他们统统杀绝。这次吞噬了整整数千恶舵，黑明的体型再次增长5米，成长所需能量明显增高，进化值也仅增加100点，相比进化前难了近乎10倍。就在这时，视线里出现一座数百米高的雄伟巨城，无数恶舵早已撤退，只留一个59级的恶舵独自等候。拉亚特斯双眼冰冷，6米高大的身躯后，一对恐怖的黑色古翼张开，浑身缠绕着威压，黑色堕落之力化作实质气流，让周身环境暗淡下来。看着这道身影，我声音冰冷，真是让人厌恶的气息。黑明，你对付他，我去击杀其他恶舵。黑明的体型瞬间暴长至1000米，漆黑火焰炸开，宛如一头黑色天灾巨兽，凶厉威势席卷四方，1000米平原崩裂。黑明瞬间激射而出，出现在巨城前。看着这头比自身大上100倍的黑色巨狼，拉亚特斯脸上毫无波动，黑光乍现的利爪轰开空气，如雷电般瞬间落下，触碰的刹那，坚硬堪比钢铁的城墙直接炸开，脆如纸糊。然而攻击即将落在拉亚特斯身上时，却被黑色气流凝成的屏障挡住，无法破开。区区一头生命层次连王级都不是的巨兽，不会以为杀了点蚂蚁就能翻天了吧？拉亚特斯语气平淡，微微一弹手指，黑色屏障瞬间膨胀炸开，直接将黑明震退几百米。紧接着黑色力量暴涨，眨眼间变成一把上百米长的巨大魔刀，散发着可怕的堕落气息，让周边1000米的杂草全部变得灰白。拉亚特斯周身一圈圈黑暗气流不断上涌，威势瞬间攀升到极点。我恶舵真族的魔王之子可不是那些废物，迎接好你的死亡吧！拉亚特斯猛地挥落魔刀，上百米的刀影瞬间斩在黑明身上，黑明体表浮现金色光芒，却没撑几秒就不堪重负破碎。黑明咆哮着双掌抓住魔刀，凭借2500体质属性的强横肉身硬挡，周围地面瞬间塌陷几10米，前方更是被魔刀斩出一道深不见底的巨大裂缝。一击之下，黑明受到不小伤害。拉亚特斯脸色淡漠，不错，能接我一招不死，现在给你机会，成为我的坐骑，只要我去杀那个人类，你不要阻拦就行。听到这话，黑明双眸瞬间浮出前所未有的怒火，狠狠盯着拉亚特斯，凶厉咆哮震响天地，全身漆黑火焰炸开，眨眼间扩大到数千米范围，将一切笼罩在内，熊熊燃烧。一道恐怖至极，整整2000多米的凶孽虚影缓缓凝聚，这次的虚影几乎要变成实质，散发的气息让万物站立，感受到那吞噬一切的力量。拉亚特斯目光渐渐凝重，他的生命本源竟然在被剥夺。黑明重眸冷冷望着拉亚特斯，无需移动，利爪抬起瞬间挥落，身上凶孽虚影同步动作。拉亚特斯神色微变，全力催使堕落之力巩固屏障，却依旧挡不住凶孽虚影的恐怖漆黑火爪，被狠狠拍入地面。拉亚特斯脸色难看，感受到生命本源不断被剥夺后勃然大怒，一股恐怖力量从体内爆发，可仅仅扩张不到10米就再也无法前进，这让他顿时懵了，不等反应，凶孽虚影的利爪再次挥去，拉亚特斯瞬间撞碎坚硬厚重的城墙，倒飞出去几百米。就在这时，拉亚特斯的身躯猛然变大到几10米，黑色纹路遍布皮肤，背后黑色古翼大大张开，伸展整整上百米，一根长长的黑毛缓缓凝聚握在手中，黑色气流疯狂炸开。天赋堕魔阴身，给我受死！拉亚特斯怒吼着，身影瞬间消失，轰的一声撞过道漆黑火焰冲出，尖锐黑毛贯穿而来。然而黑明的反应和速度更快，靠着凶孽虚影的攻击距离加成，直接将他宛如苍蝇般拍落，砸到地面，炸开一个大坑。艰难站起身的拉亚特斯咬牙切齿，自出生便是恶堕贵族的他，从未受过这般屈辱。巴金，还在等什么？给我开启堕天封锁大阵！声音传到远处后方，瞬间黑色天幕如同倒扣的碗将整座巨城覆盖，一条条宽几10米、缠绕堕落之力的枷锁从虚空穿出，将黑明一圈圈束缚住。无数黑色气流顺着枷锁侵蚀全身，仿佛要将他同化。见到黑明被捆，拉亚特斯猖狂大笑，
数万恶堕全力催动下，就算是6环实力也不可能挣脱。到时候我一定好好折磨你。就在这时，黑明凶厉咆哮，天焰融合贪婪暴食，巨化与死亡重同3重力量，漆黑火焰瞬间暴动，直接扩张1000米，恐怖死意在整片领域内流转。这一刻，只要身处于漆黑火海内，所有生物都将被定义为死亡，哪怕永恒不灭的神灵也能陨落。同时，黑明身上的凶孽虚影彻底凝成实质，巨大眼睛浮现2双灰暗重眸，蕴含恐怖死意，一眼即可灭杀目标。领域之内，他宛若天地主宰，炼天死域开，3重天赋融合的领域恐怖无比。此时，拉亚特斯笑容僵住，目光逐渐变成惊惧。身处炼天死域内，不仅生命被漆黑火焰不断吞噬转化，还被死意慢慢磨灭。该死的，就看看是你先耗死我，还是我先同化了你！拉亚特斯满脸疯狂，将所有堕落之力倾尽而出，融入枷锁，侵蚀威力顿时更上一层楼。无数堕落之力覆盖黑明全身，要将他的肉体和灵魂完全污染。黑明仰天咆哮，坚定的意志让堕落力量缓慢南行。自诞生起，他因变异体型弱小，被狼群抛弃在残酷森林，饥饿与冰冷几乎让他失去温度。是主人的召唤让他幸免于难。从那一刻起，黑明就决定永远追随主人。他的战斗从不是因为契约或灵魂相连，存在的意义本身就是为此而战。与此同时，凶孽虚影同样咆哮，无需黑明指令，缠绕的黑灰色力量直接将枷锁震碎，巨爪瞬间挥下撕裂束缚。随即，凶孽虚影缓缓看向拉亚特斯，灰色双眸淡漠无情，深处的恐怖死意爆发。拉亚特斯瞬间感到极度危险，周身突然变成灰色，短短几秒，生命被磨灭大半，濒临垂死。这时，一股黑色力量从他体内爆出，碾碎死意。拉亚特斯一脸难看，父王留给他的护身力量没了，他不敢再停留，转头直接飞逃。然而另一边，我已然来到巨城后方庞大的宫殿广场上，战枪隔着数百米猛然抛出，贯穿空气，向着黑压压的数万恶堕冲去，瞬间便击杀一大群。剩下的所有恶堕咆哮，各自爆发堕落之力，浓郁的黑色气流化作长长枷锁将我捆住，无数堕落之力沿着枷锁汹涌而来。我半点感受没有，但脑海中却出现银蝶的悲鸣，这让我面色一沉，凝重起来。就在我想换自己来抗时，凶厉的咆哮赫然从极远处传来，一道几十米巨大的尸体撞穿无数建筑，瞬间砸向大片恶堕，恐怖冲击力直接将他们压成血肉。巨大的黑狼势不可挡，1000米体型眨眼冲碎所有建筑，暴虐威势让所有恶堕巨颤。看着那几十米的尸体，所有恶堕都不敢置信，拉亚特斯大人竟然死了，恐惧瞬间在他们中四散开来。黑明随手断碎枷锁，我松了口气，随即看向缠绕死意的黑明，皱起眉头。接下来不能再让他使用死亡重瞳了，否则反噬不是现在的他能承受的。感受到我的担忧，黑明用意念解释，死意过段时间会自动消散。听到这话，我点了点头，开始搜刮宫殿内所有恶堕。刚收拾完宫殿的恶堕，走到广场上，天空突然漆黑起来，无数堕落之力弥漫，隐隐化作一道虚影。最终，由堕落之力形成的数百米虚影彻底凝成实质，五官模糊，身披狰狞战甲，让人厌恶的气息瞬间炸开，一圈圈黑色气流向四方冲去。这次即便有银蝶隔绝，我也能感受到威胁。这时，一道残忍的笑声传来：结，成了！这道以数万恶堕力量凝成的堕天虚影，有着6环实力，还带有一丝丝本尊之力。巴库姆愤怒开口：小子，杀了我们的主子，就用你来陪葬吧！我没有回应，从环界取出天权剑掌，给黑明提前套上强化术和恢复术。伴随咆哮，黑明瞬间变成巨化形态，1000米体型缠绕着凶厉威势，丝毫不弱于堕天虚影。融合3种天赋的炼天阵域领域瞬间展开，炸开的漆黑火焰带着丝丝金芒，蕴含镇压之力，瞬间把灰暗领域压了回去。数十恶堕面色凝重，立刻向后飞退，不敢待在黑金色领域内。这怎么可能？他这领域和之前不一样，待在里面不仅本源生命被剥夺，力量还被压制。此时黑明头上并未凝聚凶孽虚影，取而代之的是覆盖表层的无数金黑纹路，散发着神异光芒，威严霸道。恐怖的镇压之力下，周围都变得无比沉重。黑金色力量爆发而出，威势宛若镇压炼狱的神魔，咆哮响彻上万米。在炼天阵域的加持下，黑明的肉身更加强悍，每次攻击都会带上镇压之力，沉重恐怖。见状，数十恶堕目光更加凝重，立刻将自身堕落之力注入堕天虚影。堕天虚影顿时延长100米，变得更加庞大，背后2对黑色古翼展开足足1000米，灰暗领域瞬间膨胀，与炼天阵域不断对撞，互不相容。一圈圈灰色与黑金2色的冲击波阵阵炸开，向四面八方蔓延。这场战斗层次太高，谁也插不了手。与此同时，相隔无数世界的灰色宫殿中，骸骨王座上身穿灰色狰狞战甲的类人生物猛然睁开黑色眼睛，一股恐怖至极的气息瞬间苏醒。有恶堕使用了无的力量，他沉下心神寻找过去，很快顺着冥冥中的联系，一丝意念降临在堕天虚影上，顿时堕天虚影眼中射出辉光，不再是没有意识的死物。此刻堕天的意识降临到虚影身体里，目光看向黑明，惊叹道：这头黑狼连半岁都没有，就有6环这样的战力，真是恐怖的潜力。就在这时，伴随着咆哮，黑明瞬间冲破灰暗领域，无视涌来的侵蚀力量，带着镇压之力的霸道利爪浮现黑光，狠狠撕落。堕天微微皱眉，身影瞬间后退1000米，想要冲天而起，可黑明紧咬不放，速度更快，恐怖的镇压之力让堕天虚影身形顿沉。抓住这一瞬的间隙，黑明高高跃起，双爪
同时撕去，在镇压之力下，堕天的身影轰然砸入地表，坍塌出1000米大坑。想起今天生事，黑明瞬间再次冲去，靠着炼天镇域的领域加强，根本不给堕天拉开距离的机会。利爪疯狂撕落，同时2双灰色重眸爆发死亡之力，疯狂磨灭着他。即便堕天虚影不是生命，死亡重瞳也会给予他死的定义，一视同仁。此时堕天目光凝重，整整4种天赋力量，虽然一丝意识消散无关痛痒，但这头黑狼潜力太大，必须解决，否则用不了多久，人族又会多一尊王座强者，阻碍恶堕真族入侵。想到这里，堕天不再犹豫，所有堕落之力猛然炸开，将黑明阵退出去，随后直接冲天而起。紧接着，无尽的堕落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所有恶堕惊恐发现自身的堕落之力不受控制的被抽干，伴随着他们身体枯竭致死。一根足足上千米长的漆黑巨毛凝聚而出，恐怖力量让空气阵阵炸响，一圈圈黑色气流冲向四方，场面惊骇。这还没完，环绕周身的灰暗领域不断缩小，最终覆盖在漆黑长毛上，这便是王座级的质变，对领域的掌控远超下级生物，既能扩散压制对手，也能压缩附在武器上，威力翻倍。堕天眸光平淡，瞬间锁定我的位置。下一刻，黑明瞬间冲出，1000米巨大的身躯直直挡在我身前。堕天冷笑道：“就知道你会护住，死吧！”可下一秒，他动作顿停，只见炼天阵域没有扩散，反而不断向内回缩，力量压缩的轰轰炸响，最终与身体融合。瞬间，黑金色纹路光芒大盛，一股极致的镇压之力炸开，数千米地面瞬间崩塌10几米深，无数碎石化作粉末。堕天惊怒交加，1000米黑毛直直射出，撕裂空气宛如黑色闪电，瞬间贯穿到黑明面前。这一击几乎无限接近7环破坏力，却在黑明周身的镇压之力下速度减半。黑明咆哮着抬爪直接抓住毛尖，两股恐怖力量碰撞炸开，冲击波扩散到数万米。此时黑金色纹路疯狂闪烁，黑明的防御和肉身力量愈发强悍，身形半分不退，脚下地面不断崩裂塌陷。堕天立刻全力催动堕落之力，让黑毛威力更锋利。可两股力量纠缠碰撞数分钟后，黑色毛尖还是出现裂痕并持续蔓延，伴随黑明咆哮，极尽爆发肉身与领域力量，1000米长毛瞬间崩碎成无数黑色碎片。与此同时，堕天虚影也耗尽力量，化作黑色雾气消散。最后时刻，堕天将我的模样深深记住，意识回归灰色宫殿。堕天从王座站起，威势如深渊般压得所有魔女瑟瑟发抖。他才20级，为何会领域压缩？他目光凝重，这等领悟力与力量掌控力太过恐怖，突破10环王座的条件，这头黑狼20级就已达成。更让他震惊的是，黑狼的领域并非附着体表，而是与身体融合，这可是王座之上的天王层次才能做到的事。堕天轻叹一声，怪物，随即平复心绪，唤出一枚恢复，将我的信息记录在恶堕真族的必杀名单上，所有有王座前置的人族天才都会被标记，方便6环以上恶堕直接扼杀。做完这些，他重新倚靠王座，闭目沉寂。此时满目疮痍的大地上，黑明1000米体型屹立，周身黑金色神纹尽显霸道。我解除强化术和恢复术，脑子昏沉眩晕，即便有天权剑杖的精神恢复，维持增益的消耗依旧超出负荷。等了许久，转生副本结束的提示响起，下一秒，我和黑明的身影消失不见。时间已至，开始结算评分，累计击杀恶堕，力破6环堕天虚影，救下974人，恭喜评分为完美。职业成长属性加5，技能强化术、恢复术效果增强，技能召唤术晋升为神圣召唤术。我出现在宿舍中，及时收回黑明，避免宿舍坍塌。查看面板，职业未晋升，需再获一次转生副本完美评价，但技能提升显著。强化术增幅从20%升至35%，恢复术从缓慢治愈变为快速，不过法力消耗翻倍。最大收获是召唤术晋升，此后召唤的必定是拥有神圣气息的召唤物，这让我满心期待。我没有急着召唤，而是打开手机查看繁云市新闻，看到数百名被救者凭空出现的报道，松了口气。报道称他们是其他世界的同族，遭恶堕奴役，被一名银色战甲的转生职业者救下，传送至蓝星，官方会妥善安置。配图中那些人枯瘦的身体已好转，想来是周元为了他们血补。紧绷的神经放松后，困意涌上，我倒头就睡。凌晨，枫叶3人疲惫归来，见我熟睡，咬牙切齿地把我拉醒。原来军方放出我斩杀3头蛇的视频后，论坛炸开锅，众人得知我全凭实力，纷纷疯狂接任务比拼，倒逼他们也不敢休息。曹阳突然开口说，北龙学府学员靠组队循环任务的攻略效率远超其他人。3人瞬间斗志重燃，决定放弃吃饭，立刻召集队友继续做任务。我见状笑了笑，也起身前往任务接取点。大半天没做任务，我的名次已从第10掉到2000多名。思考片刻，我接下击杀59级暗金暴熊和一项6转任务后转身离去，留下目瞪口呆的女兵。那6转任务需击杀有灵智的恐怖巨兽，至今连导师都没完成过，指挥不理。杨笑扶额无奈又期待，专门跟随我的无人机也持续追踪。1小时后，骑着黑明的我抵达山脉深处，在空旷大地见到暗金暴熊，他猛然睁开暗金色双眸，600米的巨大身躯站起，大地震动，暴虐气息席卷而出，怒吼着驱赶我们。我默默跳下马，后退将战斗交给黑明，他层次太高，我根本插不上手，必须尽快赚贡献点兑换金属材料给银蝶融合。见我推到安全距离，黑明转头，灰眸冰冷地望向暗金暴熊，体型急速变大到身长1000米多，肩高650米，凶力威势爆发，压得暗金暴熊胆颤。指挥部的女军官震撼不已，才大半天，他就从几百米涨到1000米了。杨笑也十分吃惊，毕竟 SSS 级成长类天赋在人族从未出现过。大地崩碎间，黑明身影瞬间冲出，漆黑火焰炸开，2000多米的凶孽虚影浮现，6000米范围被火焰笼罩，随后又收缩到2000多米以节省魔力。与堕天战斗后，他对领域和力量的掌控大幅提升。暗金暴熊咆哮着，全身缠绕锋锐气流，利爪金芒闪烁，可在凶孽虚影面前，他
他600米的体型宛若矮子。漆黑火爪拍下，暗金暴熊不屈的抬掌抵挡，一圈圈黑金色冲击波炸开，大地震动，锋锐气流被金属吞噬。暗金暴熊承受着泰山般的压力，脚底大地崩陷，双膝逐渐弯曲。他怒声咆哮，肌肉暴起，爆发更强的锋锐气流。可凶孽虚影的动作突然改变，黑明趁机冲到他身前，黑光利爪撕裂而下，留下4道深可见骨的血痕。暗金暴熊剧痛惨叫，发现漆黑火焰正通过伤口吞噬自己的生命，双目变得凶狠，与黑明展开疯狂搏斗。无数鲜血染红地面，全是暗金暴熊的血。依靠凶孽虚影2打1，黑明毫发无伤。终于，暗金暴熊仰天咆哮，气势节节攀升，随后猛然转头，朝着山脉深处疯狂逃窜，沿途巨树尽断，烟尘滚滚。黑明愣了一瞬后立刻追去，2500以上的敏捷让他速度快到极致，转眼就拉近距离。暗金暴熊惊恐回头，嘶吼着呼唤王者救援。远处山峰上，一头沉睡的巨兽缓缓睁开眼睛，无数蓝色雷电环绕周身，恐怖咆哮响彻10万多米。大地巨响中，一头肩高1000米、浑身蓝雷蔓延的熊类巨兽人力走来，正是62级的不灭狂熊。暗金暴熊冲到他身旁，控诉黑明无故入侵领地。不灭狂熊闻言，蓝色雷霆瞬间爆发，肆意蔓延，晴朗天空下起暴雨，无数闪电劈落，雷云汇聚成雷暴风眼，场面如同末日。这便是巨兽领域之威，改天换地，比堕天虚影更强，显然拥有王级血脉。我目光凝重，取出天权剑杖给黑明加持强化术。不灭狂熊目光一凝，脚底大地炸裂，瞬间冲到黑明面前。就在这时，带着恐怖镇压之力的漆黑火焰从黑明身上炸开，黑金色神异纹路遍布全身，霸道威势席卷四方。不灭狂熊身躯一沉，雷霆领域竟被压制，炼天震狱为无主宰。1000米体型的黑明宛如镇压天地的神魔，恐怖气息震荡周身。不灭狂熊惊骇不已，看着如黑色闪电般袭来的利爪，咆哮着挥掌迎击。黑金色与蓝色力量碰撞的瞬间，冲击波如海啸般炸开，声势滔天。不灭狂熊极尽催动领域，却无法挣脱镇压力量的压制。炼天震狱是黑明3种天赋融合的恐怖领域，连带有王座力量的灰暗领域都无法抗衡。他怒吼着，挥出另一只缠绕狂暴雷霆的利爪。黑明毫不畏惧，黑光利爪直接迎上，2只1000米巨兽不断对碰，冲击波阵阵炸开，大地崩碎，草木湮灭，天上的闪电频频劈在黑明身上。他全凭强横防御硬抗，不给对方半点可乘之机。我在远处观望，默默施加恢复术。原本不相上下的战局瞬间偏向黑明。不灭狂熊暴怒咆哮：“熊二，快去杀了那个人类！”暗金暴熊目光残暴地冲向我，黑明瞬间暴怒，灰眸爆发死意，将暗金暴熊周身化作灰色生命磨灭地板。他当场重伤倒地。不灭狂熊抓住这一瞬间的停顿，利爪化作耀眼雷池，狠狠轰在黑明头顶。恐怖力量冲击下，黑明前身一沉，掌下大地崩碎。不灭狂熊趁机死死压制，雷霆疯狂轰击。此时暗金暴熊艰难站起，咆哮着冲来。我脸色一沉，正打算战略性撤退，远处传来一阵轰响，滚滚烟尘中，一名手持4米大戟、身着金色战甲的女子奔来，正是季飞。她速度极快，每步都在地面踏出裂痕，戟尖拖出长长的深痕。接近暗金暴熊时，她挥戟跃起，戟头膨胀到20几米大，狠狠斩下，轰破一切的戟芒在暗金暴熊重伤的身体上留下重重伤口。暗金暴熊怒视着他，抬掌碾压而下。季飞战意暴涨，战戟再次膨胀，身形瞬间冲出躲过攻击，随即横斩而出，穿透暗金暴熊的血肉。短短几分钟，暗金暴熊庞大的身躯轰然倒下。他不甘心地爆发密集的锋锐气流，季飞早有预料，气血爆发化作实质，红色戟芒横扫，将气流尽数轰散。最终，季飞跃起，30多米大的戟头狠狠砸下，暗金暴熊头部坍塌，彻底死去。他吐出一口气，气血消散，战戟恢复常态，面带微笑走向我。怎么样，导师这救场是不是很感动？回想着他那凶暴的战法，我心中浮现女暴龙3个字。季飞眯起眼睛，目光危险地追问。我赶紧摇头转移话题，季导师，你怎么会在这？动静大，过来看看。之前蒋导师也是这么说的。他嘴角上扬，那你相信我吗？我看了眼他手中的战戟，诚恳道：自然。见我无事，黑明放心下来，将炼天震狱回缩至周身1000米，镇压之力愈发强劲，瞬间打破不灭狂熊的压制。双方再次拼命搏斗，打得大地炸裂，山脉崩塌，声势恐怖至极。就在这时，上万米之内的雷云闪电忽然变得狂暴起来，疯狂劈在大地上，无穷无尽的乌黑雷云翻涌在黑明上方，形成一个覆盖整整万米的风暴雷眼。一股灭世的恐怖力量逐渐积蓄而出，黑明的灰眸不见畏惧，控制着炼天震狱缓缓回缩，力量在被压缩下，立刻就开始不断轰轰作响。短短10几秒的时间，领域完全融合进了肉体，瞬间黑金色的神异纹路璀璨闪耀，一股恐怖绝伦的镇压之力瞬间出现。乌云暗淡的天地中，一边是狂暴无比、宛若天罚的无数雷光闪烁，一边是屹立的1000米巨狼，全身黑金色纹路极尽闪耀，好像神魔一般仰头直视天穹。两者的恐怖力量将天地分割为2，场景极度壮观。风暴雷眼中，无数的雷元素全部汇聚，伴随着不灭狂熊一声怒啸瞬间倾落，瞬间万米的天地为之一暗，宛若灭世的蓝色雷柱从天冲落。在这1000米粗大的雷柱下，包括空气在内，一切都被轰爆，直接覆盖了黑明整个身体，数千米范围的大地消失了。而300多米深的大坑中，肩高600多米的黑狼依旧屹立不倒，浑身黑金色的纹路极尽闪耀，成为了这片暗淡天地里唯一亮眼的存在。不灭狂熊的目光难以置信，
嘶吼道：“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”弥漫全身的镇压之力下，黑冥步步都将大地踩裂，朝着不灭狂熊走去，灰眸冰冷无情，只有杀意。黑冥瞬间冲出利爪，带着恐怖的镇压之力挥落。看到不灭狂熊死亡，指挥部响起一片欢呼，赢了！这只召唤物太帅了，他简直是神！那道灭世的雷柱下仍然屹立不倒的身影，他们恐怕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杨笑笑了起来，作为九转巅峰的强者，他能看到的东西更多，掌控领域，这可是只有王座才能做到的事情。他现在也只是仅仅凝聚了自身领域，距离掌控还差半步。更重要的是，黑狼却已经能融合领域，这可是天王的标志性手段。回到宿舍时已是清早，这时一名士兵走过来，给了我一个保险箱，这是杨笑指挥官让我转交给你的。我点点头，进到宿舍，打开保险箱，6种顶级召唤材料顿时映入眼中，让我有些意外，是自己杀了不少变异兽的奖励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提前开始召唤吧。正好我挺期待带有神圣气息的召唤。把召唤材料摆好，我伸出手，在虚空张开，使出了召唤术，掌心瞬间浮现阵纹，伴随连接上另外一端，一道极其强烈的金光瞬间爆发。这是一只长发和羽翼都是金色，带着一股神圣纯洁气息的类人身影出现。我看了一眼他的种族，叹为观止，竟然是天使。之前在裂口峡谷，洛兰就凝出了一道有丝丝上位天使力量的虚影，就这便已能算 SS 级天赋，可见天使种族非常强大。从始至今，好像没有任何召唤师能把天使这样的强大种族召唤出来，毕竟他们根本不会响应召唤，和你缔结契约。不过看着这幼小的金色天使奄奄一息，连背后的双翼都折断了，我陷入了长长的沉思。好，弱的不来，来残的是吧？我笑着摇了摇头，既然这只小天使响应了我的召唤，那绝不可能抛弃。我走上去，手指触碰在幼小天使那白皙额头，瞬间脑海浮现声音，检测开始，忠诚度永不背叛，是否进行本命连接？随即我毅然选择了确定，伴随着难以想象的剧烈痛苦从脑海深处传来，本命连接已完成，恭喜你的召唤物觉醒唯一天赋日月轮转。昏迷不醒的幼小天使瞬间被一股浩瀚深邃的力量托起，这股力量化作无数序列进入了他的身体，顿时他损失严重的本源和生命快速恢复。许久过后，幼小天使金色的睫毛微动，睁开了散发着神圣气息的双眸，金色的双眸左边隐隐有着大日沉浮，蕴含着威严炙热之意，右边则是让人感觉寒意凛然的清冷孤月。背后柔顺的金色羽翼复燃，微微舒张下非常漂亮，整体不管是颜值和气质都高到突破人类能想象的上限。幼小天使噗噗扇动着羽翼靠近过来，小手抓着我的衣服，生涩地喊道：“主人！”看着幼小的天使，我微笑道：“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伙伴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没有随便给他起名，因为天使自诞生那一刻起就会冥冥中获得独属自身的真名。戴安娜，10天。我点点头，有些好奇，戴安娜，你为什么会同意缔结召唤契约？你现在这样子，估计1岁也不到，应该不可能接受才对。此刻，不屑被召唤的天使却被我召唤出来。听到我的话，戴安娜眼神黯淡，无从圣树上弹下，就被黑色气流侵蚀，大家也都不见了。听到这里，我立刻就明白过来，他们是被敌人入侵了，而我的召唤对于当时的10天来说，就是唯一的救命稻草。我摸了摸他的金发，安慰道：“会没事的，总有一天我也会带你回去。”戴安娜轻盈地蹭了蹭我的手，主人。随后我心念微动，查看面板，召唤物10天，种类天使，等级20级，技能神圣赐福，给予目标50%的自身属性增加。神圣辉耀，释放自身力量照耀，天地范围之内皆可持续恢复伤势，并且获得一层神圣庇护，抵御任何攻击。天赋日月轮转，煌煌大日横空时，万物将无所遁形，灵魂焚烧，孤冷圆月高悬时，环刃显现，获得终灭真力。日月相交时，审判之刻，天地停滞。看完之后，我一脸震撼，重点还是日月轮转，不管是大日横空亦或圆月高悬，看起来都无比厉害，尤其是两者相交，甚至能让天地停滞，直接涉及到了时间的层面。天使种族真是强啊！随后我把戴安娜收了起来，准备继续去野外刷怪。这时指挥部中，所有人都在目不转睛盯着屏幕，脸色无比期待地等着我出来。然而看到我的周围空无一兽时，顿时失望起来，好想知道他的第3只召唤物是什么呀？怎么办？心里好痒，肯定不弱吧？众人一言一语开始猜测了起来。杨笑没有掺和进去，不管第3召唤物如何，有着那头黑狼，我的潜力评估就绝不会下降。此时山脉深处，一个中年男人在呢喃几段生晦的语言后，虚空开始疯狂震荡起来，无数裂缝在现实层面出现蔓延，宛如破碎的镜面一样。紧接着，空间很快不堪支撑，被一双漆黑的魔爪撕开了几十米。很快，在那一边，整整100只的恶堕走了过来，实力全在4环和5环之间，但在强点的就无法过来。这条空间通道的承受力非常薄弱，随时都会崩溃。至强者自然能开辟更强的空间通道，只不过这样做的话，就会直接冲破屏蔽阵法，被人族发现。结，我这次要狠狠杀个痛快！感受着股股恶意气息涌来，中年男人脸色有些苍白，但还是强装镇定。答应我的资源吗？为首的拉亚克鲁看了中年男子一眼，有些不屑，随即将一个储物袋扔了过去。中年男子连忙双手接住储物袋，意识探了进去后，脸色瞬间变得激动。这些东西足够直接把他推到7转，而这仅仅只是泄露一条人族消息就轻松换来的奖励。拉亚克鲁皱着眉头说道：“赶紧把这里顶尖的天才名单拿来。”中年男子立马将自己这些天整理的名单递了上去。这个叫陈林的人，你们要特别注意。拉亚克鲁有些质疑，他才16级，什么天赋都没有，有什么好注意的？中年男子解释道：“3天前，他就凭借16级跨越了28级的差距，做到斩杀变异兽。”说着，还拿出视频佐证。看完后，拉亚克鲁的脸色无比震惊，这样恐怖的战力，我们恶堕真族里也就只有至强子嗣才能做到，这个人类绝对不能留。旁边拉亚克利却是眼神一亮，舔了舔嘴唇：“我去对付他。”拉亚克鲁皱着眉，知道姐姐恐怕是看上这个人族，
想将他同化变成奴隶。不过这和杀了他也差不多，便下令各自寻找目标，开始猎杀，一个不留。听到这话，所有恶堕露出残忍笑容，全部朝着不同方向飞走。而在巡查的微型无人机顿时发现了这一幕，是异族，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？快通知学员撤离山脉，让所有战士做好火力准备。看着那些最低都是4环的恶堕，女军官面色沉重，立刻下达了条命令。杨笑的脸上并不意外，说了声走后直接转身离去。女军官点点头，她明白杨笑应该是要亲自前去支援，但他身上的一道重伤无疑也要加重。想到这里，女军官眼中透露仇恨，只怪自己不是战斗职业，没有实力拼杀。其他人紧握着拳头，心头蒙上阴霾。很快，指挥部里就陷入了寂静，只有指令和传达不断发出。此时，在远处的高崖，一只身材妖娆的女恶堕缓缓飞下，看着那道被黑色巨狼守着的银甲身影，拉亚克利露出笑容，运气真好，这么快就找到了，而且似乎正好处在虚弱状态。你这玩具，我要定了。拉亚克利舔了舔唇，身影猛然冲出，无数黑色丝线从全身散开，感受到一股恶心的气息涌来。我瞬间睁开眼睛，目光冰冷，而早已感觉到他的黑明更先抬头看了过去。拉亚克利对上那2双灰眸，顿时心底发寒，是怎么回事？他的身体止不住有些发颤，但很快就压了下来。拉亚克利先下手为强，挥动丝线全部飞射而出，宛如漫天蝗虫卷向黑明。黑明全身金光浮现，挡下丝线，灰眸淡漠地看着他。下一刻，拉亚克利的意识顿时出现在一片虚无的黑暗空间中，一双冷漠无情的灰色重眸睁开，在灰色重眸注视下，无尽的恐惧涌上，把他整个脑海淹没。拉亚克利颤抖不已，身体无法动弹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黑明步步走来，在那巨大的体型下，仅仅几秒就已来到他的面前，随即一掌将他踩到地面，漆黑火焰顿时冒出，开始吞噬起来。全程，拉亚克利这只56级的恶堕，连半点反抗的资格都没有。这一幕让原本气氛寂静沉重的指挥部瞬间亮起了光。杀得好，黑狼牛逼！黑明抬起手掌，沉声道：“无主，他没死，逃了。”听到黑明的声音，我冷冷回道：“去追，务必把他杀了。现在有着戴安娜在身，就算让黑明离开一段时间，也不会有危险。遵命！”他的身躯踏碎大地，瞬间朝着一个方向冲去。在那里，拉亚克利脸色惊恐的急速飞向空间通道。太可怕了，这头黑狼简直太恐怖！哪怕到现在那道灰色重眸已经消失，我也依然无比恐惧。拉亚克利此刻只想离开，赶紧把人族出了堪比至强子嗣的消息带回去。至于这次的猎杀人族天才行动，他们这边肯定是失败，有那恐怖的黑狼存在，哪只恶堕碰到都会死。就在这时，后方传来惊天的响动，拉亚克利顿时吓了一跳。然而后面的黑明并不想离开我太久，体型顿时变大，化作上千米巨兽，瞬间跨越了几十公里，出现到拉亚克利的后面。巨掌带着阴影落下，大地4分5裂，震动传向了整整万米。在黑明的巨掌下，漆黑火焰将拉亚克利完全吞噬。通过小爱，我已经知道恶堕到了百连山脉，想了一下，打算分头行动猎杀这些恶堕。如今有着2只强力召唤物，一起走就太浪费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叫来了一台微型无人机，让他给黑明指路。黑明瞬间暴冲而出，灰眸里浮现一丝从未有过的迫不及待。女军官有些感叹，短短几天就成长到了这种地步，如果给他1年时间，该不会能力战王座吧？这光是想想就让人无法置信。目前为止，华夏诞生的王座仅仅只有85位，这是整整100多年才积攒下来的数量。他们全是拼杀10几年，从无数代的天才中脱颖而出的人族顶尖强者。之所以如此稀少，很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异族在前线战场这庞大的绞肉机中，即使再如何天才，也挣扎不出水花。只要异族一次进攻，就会有无数的人牺牲，许多的王座都会因此陨落。而在如今，华夏仅存的王座数量只剩下30位。与此同时，山脉深处，一个身穿金色战甲的女子挥舞着血气缠绕的威猛战戟，压制着整整4只55级的恶堕。恐怖的红色戟芒下，空气都被轰爆，4只恶堕根本无法硬抗，连连后退。看着这一幕，拉亚克鲁皱起眉头，手上缓缓凝出黑枪。他可没有时间在这消耗下去，还有很多天才等着要杀。拉亚克鲁的身影瞬间冲出，黑枪带着堕落之力狠狠穿刺而去。面对这突然袭来的一击，季飞反应极快，全身气血爆发，戟头瞬间膨胀一圈，狂暴的气势瞬间席卷周围。季飞的眼中充斥战意，战戟带着红色血芒横扫而出，所过之处一切斩爆。拉亚克鲁看着已经崩断的黑枪，面色凝重，才55级就有这样的战力，必须除掉。拉亚克鲁顿时爆发堕落之力，黑色的气流汹涌而出，弥漫到100米范围，光线瞬间变暗。其余恶堕见状，也纷纷开始爆发堕落之力。季飞的全身红芒覆盖，气血环绕，抵挡着侵蚀，眼神一冷，想同化我，你在找死！他的身影瞬间冲向拉亚克鲁，空气炸响之中，战戟挥舞，直接盯着他打。4只恶堕连忙跟上，攻向季飞，但是季飞完全不管，身上的气势狂暴到了极致，不杀了拉亚克鲁绝不罢手。在侵蚀下，他的霸体爆发状态维持不了多久，到时就真的可能被同化掉。在另一边战斗的晴空，目光注意到了这边，神色顿时急了起来，他全力催动极境超越，疯狂挥斩面前的这只56级恶堕，想要过去支援季导师。季导师可是为了救他们，才陷入被恶堕围攻的困境，但恶堕显然察觉到了他的意图，泛起冷笑，直接缠斗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拉亚克鲁喝下一瓶灰血，气息疯狂攀升，来到6环，实力直达王座，真血恐怖如斯。拉亚克鲁咧开笑容，单手凝聚黑枪扔出，恐怖的枪尖瞬间刺去，紧接着就是战甲碎裂的声音响起，黑枪贯穿血肉从季飞背后出来，鲜血从枪尖滴落地面。看到这一幕，拉亚克鲁笑了起来，步步走上去，成为我的奴隶吧。就在这时，一把银色战枪破空，贯穿黑色气流，插在拉亚克鲁脚前。一名银色战甲的身影从远处赶来，
拉亚克鲁微微皱眉，姐姐竟然没有杀死你，看来她已经死了。拉亚克鲁没有半点情绪，丝毫没为自己姐姐的死感到伤心。我看了一眼场上的情况，内心顿时明白这不是我能应对的，随即意念微动，一只身高半米不到、背生金色双翼的类人生物出现，神圣的气息顿时弥漫周围，让6只恶堕瞬间神色大变，全部看了过去。这是天使，但紧接着他们的目光瞬间变得无比火热。这是幼生的天使，没有什么攻击手段，侵蚀一尊天使，这在恶堕真族里可是最高的荣耀象征。想到这里，拉亚克鲁狂喜起来，哈哈哈！陈琳，我真应该谢谢你带了一份大礼过来。感受到道恶心的视线，戴安娜皱起眉来，这些黑色的气流很熟悉，是他们入侵了自己的家园。戴安娜的眼睛浮现怒火，羽翼展开飞到天空，一轮黄黄大日隐隐在左边的金眸显现，恐怖炽热的金光从身上爆发开来，一道足足1000米庞大煊赫的金色大日在他背后横空出现。戴安娜幼小的身躯也在此刻变为成年形态，高挑修长，金色的眼眸透露威严气息，磅礴神圣，炽热的金光照耀而下，黑色气流短短几秒全被净化，所有的恶堕感觉全身如至地狱，难受又痛苦，堕落之力也被直接压制，这让他们的心中惊骇无比。一直以来，恶堕真族和天使都是互相克制的死敌关系，可在这轮大日之下，平衡明显被打破了。无将净化尔等的灵魂，清洗尔等沉重的罪孽，伴随威严淡漠的话语落下，沉浮在戴安娜身后的大日瞬间爆发，金光更加炽烈，光芒将万米范围渲染成金色，宛如天地出现了第二个太阳。恐怖的大日力量震荡周围，6只恶堕的全身突然燃起炽热的金色烈焰，灼烧灵魂的折磨瞬间让他们嘶吼起来。拉亚克鲁面目扭曲，之前的狂喜早已不见，只剩剧痛和狰狞。他竭力的爆发堕落之力，6环的强度加上催动天赋，威力翻倍，在身体形成黑色的屏障，想要隔绝金色烈焰。然而和黑冥的漆黑火焰不同，这作用于灵魂的攻击可以穿透一切，根本无法物理隔绝，只有属于灵魂的防御手段才能抵挡侵蚀。黑色气流消失，既非虚弱的抬起头来，看着那道屹立高空、煌煌威严、不可直视的绝美身影，笑了起来。天使都能召唤过来，真有你的！股股神圣力量伴着金光闪耀洒落大地，所有人的伤势开始快速恢复，全身血痕遍布的晴空感受到丝丝温暖，伤口的疼痛顿时减轻。他无所顾忌，直接开始只攻不防，以命换命。场上的情势随着大日横空出现，瞬间逆转了过来。博览群书的拉亚克鲁只觉被知识给欺骗了，该死！不是说幼生的天使只有辅助手段吗？仅只是对视1秒，戴安娜那威严的金眸就让他浑身颤抖，眼睛被刺得流出鲜血，如同是在面对自家的至强。他明白不能拖延下去，否则灵魂会被灼烧致死，当即大吼去杀了那个人类。接着黑色气流炸开，朝着戴安娜冲去，要将她击落。戴安娜神色淡漠的缓缓抬手，无数炽热金剑浮现周身，朝着所有恶堕击射而去，带着净化与灼烧之力的道金剑瞬间穿透拉亚克鲁的身躯，将他直接从100米高空击落地面。此时屹立在高空的戴安娜就如执掌大日的神灵一般，所有恶堕咬牙切齿，被金剑贯穿，他们不仅受伤，体内的堕落之力还被净化，灵魂灼烧也在加快。该死，在这大日之下，我们根本打不了。拉亚克鲁的脸色难看，别慌，福林女皇说过，会有人和我们合为猎杀。就在他说完时，数道披着灰袍的身影从远处极快跑来，每人都有着6转的实力。看到这些人灰袍上的暗影标志，季飞顿时认了出来，神色愤怒，是暗影教廷，这些该死的异端。异教徒没有管他，瞬间跃了过去，目标显然是我。健壮的戴安娜抬手，金色烈焰瞬间燃起，灼烧他们的灵魂，道金剑浮现，击射过去。不过这些异教徒选择硬抗伤害，大日形态之下，戴安娜缺少恐怖的必杀手段。随即戴安娜背后的大日缓缓坍缩，接着右边的金眸隐隐显现，一轮圆月伴随而出，这道孤冷的圆月高悬，数万米的范围瞬间为之暗下，淡淡的月色映照天地，带着让人心悸的恐怖含义。所有异教徒脸色顿变，抬头望去，和大日形态不同，此时的戴安娜双眸清冷，不见丝毫情感，神圣气息同样消失，只剩恐怖的含义散发，背后的羽翼和金发也变成银白，屹立在圆月前，看起来就宛如孤傲的神明。在他周身9轮环刃显现，带着暗红的终灭真力缓缓转动，伴随戴安娜冷漠的声音响起，6轮终灭环刃瞬间破空而出，速度快到了极点，瞬间就杀到6名异教徒面前。他们的神色惊变，各自施展手段抵挡，然而在能够破开任何防御的终灭真力下，他们的防御简直脆如纸。所有人的身躯被一分为二。就在这时，失去了大日压制后的拉亚克鲁瞬间冲向高空的戴安娜，恐怖的黑色气流汹涌，化成10几米的黑枪猛然抛射而出。黑枪以超音速贯穿空气，冲向戴安娜。一轮终灭环刃立刻迎去，直接将黑枪寸寸斩破。剩下2轮环刃则瞬间杀向拉亚克鲁。地面的几只恶堕见状，立刻向我冲来，目光满是杀意。这个人类必须要死！那头黑狼有着整整28级的战力跨度，就算这只掌控日月的天使更加离谱，压着他们50多乃至60多级的打。如果让他完全成长起来，后果简直不敢想。不过戴安娜立刻抬手召回3轮终灭环刃，瞬间斩向这些恶堕。3轮终灭环刃突然碰撞，相互结合在了一起，瞬间变成3环交织的形态。缠绕的终灭真力更加强大，暗红的光芒一闪，瞬间斩碎所有恶堕。又看了一眼还在苦苦抵挡的拉亚克鲁，戴安娜缓缓抬手，6轮终灭环刃开始相合。发现这一幕的拉亚克鲁神色顿时大变，激发体内王座真血和最后的堕落力量，将3轮环刃震开。拉亚克鲁目光带着无比的嫉妒看向我，这么完美的天使为什么会选择听命于他？但很快拉亚克鲁冷笑起来，拿出漆黑的轮盘，伴随
随着他的转动，脚下瞬间亮起100米光芒。这个召唤王座的机会本来是要用在那名觉醒 SSS 级天赋的妖孽身上，防止有强者守护他，但我的2只召唤物都展现出了太恐怖的潜力，他不能让我继续成长下去。这时无数玄奥的符文不断交织缠绕，形成一座漆黑的召唤大阵。一尊10几米高大的灰色恶堕缓缓出现，恐怖的气息瞬间席卷而开，几乎让人窒息。晴空等人顿时脸色苍白，感受到一股深深的绝望不由自主涌现，丝丝缕缕的黑色气流缓缓蔓延，所过之处草树皆被侵蚀凋零。戴安娜的脸色凝重，抬手之间圆月轮转，变成大日横空，然而璀璨的金光根本无法照耀过去。我立刻意识不妙，刚想拔腿就跑，但却又没有这么做，因为就在漆黑大阵出现时，杨笑走到了我的旁边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道：“等这尊异族王座很久了，不用怕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瞬间反应过来，这是蓄谋已久的圈套。果然，这尊异族王座根本没有理会我，而是面无表情地看向衡山基地的方向。在那边，随着召唤大阵搭建而起，瞬间就有一股强大至极的气息爆发，震碎苍穹的云层，带着恐怖的声势冲来。短短几个呼吸就降临到了这里。看着那道屹立虚空的青年男子，异族王座缓缓开口：“张觉，你在前线战场镇守，赶来这里，难道不怕你所在的防线被无族攻破吗？”张觉摆摆手，说道：“无所谓，反正我们人族摆烂了。”异族王座立刻就明白自己是落入圈套，但并没有在意。张觉看了一眼下面，大声道：“还不走，等着被震死吗？”杨笑闻言，立刻带着所有人远离。王座之间的交手，仅仅只是余波，就可以毁灭10几万米的范围。哪怕张觉的领域能够隔绝力量，他们在这里也会成为阻碍。见状，异族王座没有阻止，有张觉在，他动不了任何人。作为这2年里前线战场比较活跃的王座，他的实力如何？所有异族强者几乎知根知底。就在离开的瞬间，一道灰色领域骤然扩张，即便有力量隔绝，2尊王座交手的余波仍震得数十万米的大地颤抖。剩下的人准备继续清剿其余恶毒，我则被杨笑留了下来。陈琳，让你的召唤物去就行了。我思索片刻，觉得可行。如今银蝶许久未曾提升，哪怕面对4环恶堕，恐怕也难以应对，便让戴安娜独自去击杀恶堕。杨笑望着我感慨道：“真没想到你的第3只召唤物竟然是天使，天使的战力恐怖程度不亚于那头黑狼多少。日后若是能登上王座，相当于直接为人族增添2尊王座战力。”想到这里，杨笑继续说道：“异族以为通过叛徒就摸清了人族的全部底牌，实则那些都是我们有意抛出的，就是为了让他们滋生掌控一切的自信，日后好狠狠坑他们一把。”他极为看重我，几乎将所有内情和盘托出。我没有疑问，解释道：“如今我已看清这场博弈的全貌，既然消息无法隐瞒，人族便顺水推舟设下圈套，先吃掉所有入侵后方的精锐恶堕，最后再调来一尊异族王座到后方击杀，代价便是会有天才在这场计划中夭折。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只是诱饵，但种族文明间的战争本就如此。”这时，前去击杀恶堕的黑明和戴安娜回来了，戴安娜变回常态，飞到我身旁，小手紧紧抓着我的手掌，模样宛若我的女儿。整整激战10几小时后，远处的灰色领域消散，一道青年脚踏虚空，瞬间跨越数万米而来。见他气息极度虚弱，杨笑立刻上前问道：“张哥，情况怎么样？”笑死，区区一只异族王座，无番手可镇压，怎会出问题？张觉语气不屑，身旁的戴安娜却默默施展出神圣辉耀，她能清晰感知到眼前这青年正遭受堕落力量的严重侵蚀。张觉顿时皱眉：“小姑娘，王座的伤势也是你能治愈的。等等，你是天使，别停，多维持几秒。”戴安娜摇摇头：“吾的神圣力量已耗尽，王座的堕落侵蚀太过恐怖，即便神圣力量能克制，也只能驱散分毫。”听闻此言，张觉强忍不适叹了口气：“吾终究还是背负太多。”我眼神困惑：“王座都这般模样吗？”杨笑赶紧转移话题：“张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陈琳，异族的主要击杀目标就是他。”张觉瞬间将目光投向我：“你就是那个能在同级下把我的头按在地上锤的家伙。”我一脸茫然，他却转而看向蹲坐一旁的黑明，眼睛一亮：“好威猛的狼，让我坐坐。”说着便要飞身上前，黑明却瞬间躲开，显然极不情愿。张觉脸色僵住，什么意思？竟然嫌弃王座？今天我要是做不到你，名字倒过来写。他正欲强行上前，却被杨笑拦下：“张哥使不得，这是华夏未来的重要臂膀，不可让他心生间隙。”张觉悠悠看向杨笑，转身背负双手，语气落寞：“吾为人族立下诸多功绩，却连一头狼都不能做。哎，走了。”说罢，他缓缓飞向衡山基地。我和杨笑连忙跟上，到了杨笑的独立办公室，张觉径直坐在主位，毫不客气地当做自己家。杨笑问道：“张哥，如今前线战场情形如何？是不是又变糟了？”这些年，张觉一直待在后方，一边压制加重的诅咒，一边筹备突破10转。前线的变动需靠配合才能知晓。异族怕是又要发起一轮猛攻，消磨我们的有生战力了。他沉声道：“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如此，每次至少有数万战士牺牲，甚至王座都会陨落。仗着种族基数庞大，硬是以命换命。而人族截然不同，每死一名战士都是亏损，尤其是那些拥有隐藏职业的天才，他们未来必定能成长为9转强者。”话音刚落，张觉扔来一个储物袋，里面装满了生命水晶和各类资源。“你的召唤物潜力恐怖，我们自然不会吝啬，该给的资源远不止这些。”杨笑笑着附和，这话让我心中微动。我能清晰感受到他的看重，若是我选择偷偷发育，突然爆发，或许能惊艳众人，却大概率会被异族王座一掌拍死。如今暴露天赋虽有危险，人族却绝不会袖手旁观，不仅动用底牌抽调王座保驾护航，给出的资源也极为丰厚，总计500枚5级和6级生命晶石，还有单个价值1000点贡献点的炼体元果。说给就给，我之所以能被人族重视，靠的并非召唤物本身的变态，真正的
底牌，是我那能赋予召唤物恐怖力量的天赋。与杨笑闲聊片刻后，我告辞离去，重新返回山脉，唤出黑冥，将储物袋中的生命水晶尽数喂给他。黑冥瞬间炸开漆黑火焰，缓缓吞噬水晶，不久后进化值便增加了1766点，达到圆满所需的1/3。接下来，在小爱提供的变异兽位置指引下，我决定深入山脉继续狩猎。此后几天，百连山脉50级以上的变异兽被彻底清剿，整整16只60级巨兽，外加100余头50级变异兽，尽数被黑冥吞噬。它的体型增长了15米，所有属性均提升30点。指挥部内，众人由衷喜悦，这些巨兽一死，没有了带头者，暴动危机就微乎其微了，剩下的只需慢慢清理。未来几年，百连山脉都将是安全区域。杨笑笑着点头，心中却清楚事情远未结束。雾山基地的山脉外围已看不到一头变异兽，这并非好事，说明所有变异兽已响应巨兽号召，开始聚集。那边的学员几乎不敢深入山脉，全退守在基地内。几天下来，击杀的变异兽不足50头，照此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那些巨兽就会发起进攻。如今衡山基地压力大减，召集人手支援雾山基地吧。1小时后，刚返回的我就被杨笑叫到办公室。陈林，百连山脉的巨兽已被你肃清，我打算让你去雾山基地帮忙清理。我毫不犹豫点头，正愁此处没有巨兽可杀，本就打算找理由去其他基地抢食。40级的变异兽根本满足不了黑冥的成长需求。杨笑见状笑道，其他人应该也准备好了，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出发。我跟着杨笑来到基地的大型运输机旁，这里已聚集50人，季飞等熟悉的面孔也在。晴空欣喜上前，陈林，就知道你肯定会来支援，听闻雾山基地情况危急，他毫不犹豫便同意前来。季飞笑眯眯走到牵着我手掌的戴安娜面前，好完美的小天使，应该还在幼生期吧？陈林，你可不能对他做奇怪的事情哦。戴安娜抬头望向我，目光好奇，主人，什么是奇怪的事情？为什么主人不能对戴安娜做奇怪的事情？瞬间，无数道目光聚焦在我身上，既有羡慕也有危险。我嘴角一抽，不知该如何回应，只能赶紧和众人登上运输机，飞往雾山基地。此时雾山基地内气氛凝重，所有战士严阵以待，重型武器全部启动。不少学员在低声讨论，还要留在这吗？变异兽都聚集了，肯定要发动进攻了。军方同意我们离开，现在根本清不完变异兽，留着也没用，已经有人走了。没办法，成千上万的变异兽冲过来，谁能挡得住？队友们不断叹气，似在为自己即将逃跑找借口。王峰紧握双拳，沉声道：“我的家人就在雾室，就算变异兽暴动，留在这是死，我也不走。雾室有数千万人，哪怕这几天全力转移，大部分人仍在城中。若是挡不住变异兽，遭殃的绝不止一座城市。”就在这时，一道青色运输机划破云层，缓缓降落在雾山基地。机场旁，雾山基地的指挥官曹宇和一众军官早已等候在此。见到杨笑带着学员走下，立刻激动上前：“杨战将，终于把你盼来了。”他显然知晓杨笑这9转强者的身份。杨笑无奈道：“老曹，我的诅咒还未消除，别指望我能力挽狂澜。”曹宇健朗的脸庞瞬间布满愁容。现在情况危急，无数变异兽朝着4个区域聚集，有一头即将突破70级的巨兽指挥，想从多处同时进攻，让我们难以应对。他叹了口气，又问：“我看衡山基地的变异兽数量不少，你们那边压力这么轻？”杨笑笑道：“百连山脉50级以上的变异兽已全被杀光，都是他做的。”说着侧身指向我。曹宇瞬间推开杨笑，激动冲到我面前：“陈林同学，终于把你盼来了。说起来，我孙子曹阳和你是室友呢。陈林同学，来，杨战将给你的东西在那边，我带你去。”说罢便拉着我的手走向后勤部。几名战士抬出几米大的黑色箱子。曹宇笑道：“陈林同学，这些都是你的，那边仓库正好空着，你可以进去慢慢查看。”我点头道谢，走进仓库，打开箱子，里面装满了稀有的金属材料和生命水晶。我召唤出银蝶，立刻开始融合材料。不久后，战甲重量达到163吨，仅仅微微一踩，脚下的钢制地板便发生变形。融合所有材料后，银蝶获得了8层锋利特性加持，加上之前的2层，总计10层。如今一刀秒杀50级以下的异族毫无问题。此外，还新增了熔岩特性和大小如意特性。我满意点头，已然迫不及待想进山脉找变异兽练手。这次融合了100多块稀有金属，银蝶的战力暴涨数倍。跟着曹宇来到雾山基地的一片空地，这里站着100多人，我一眼就看到了熟悉的身影。苏凌雪，冰色长发下是精致白皙的脸庞，身材姣好挺拔。苏同学，我上前打招呼，他回以微笑。曹宇上前一步，严肃道：“这些变异兽昨天就已聚集，在一头69级暗角巨兽的指挥下，正朝着4个方向行进，意图分散进攻，让我们难以集中应对。每个方向至少有2只巨兽带领，分别瞄准雾山基地、雾室和云河市。你们的任务是断尾，截杀落后的变异兽，削减他们的整体数量，减轻防线的冲击压力。此次作战需分成8组，每组20人。有问题吗？”“没有。”众人齐声回应。曹宇立刻让人点名分队。杨笑走上前补充：“陈林，你单独行动。”他清楚我的战力，其他人跟在身边也帮不上忙。我没有异议，周围的人却满脸疑惑。连导师都需要团队行动，我究竟有何特殊之处？2分钟后，8组人员全部组建完毕。我唤出100余米高的黑冥，朝着山脉奔去。山脉中，黑色巨狼急速狂奔，背后的戴安娜双手搂着我的脖子，幼小的身躯在狂风中飘动。作为刚诞生的懵懂天使，他对一切都充满好奇，不愿待在黑暗寂静的召唤空间。我自然不会强迫他。与此同时，烟尘滚滚的山脉中，无数体型庞大的变异兽踏碎泥石，撞塌巨树，形成一条数百公里长的毁灭洪流向前推进。洪流前方，3尊长达1000米的恐怖巨兽昂首前行，浑身缠绕凶厉威势，周身隐隐有力量流转。数不尽的变异兽脚下，10万多米的大地不断震颤，声势恐怖浩大。指挥部内，通过无人机观测的众多军官神色凝重。忽然，惊
惊天爆响传开，一道1000米体型、周身环绕漆黑火焰的暴虐黑狼从侧面瞬间冲出，速度快到极致，空气都被撕裂炸响，直径数十公里内的一切都被恐怖力量摧毁。凶厉的咆哮响彻天地，音波层层震荡，所有变异兽都被震慑，齐齐停下脚步。曹宇目瞪口呆，这是这么打的吗？任务明明是截杀落尾的变异兽，他怎么直接冲上去了？这里可是有3尊巨兽啊！一头肩高800多米，2道獠牙弯起100米，浑身覆盖赤红鳞片的魔像巨兽缓缓开口：“你是哪里的兽？为何阻挡吾等步伐？”黑冥懒得废话，瞬间炸开漆黑火焰，扩散至周身万米，死意在领域内缓缓流转，与火焰一同吞噬笼罩范围内40级变异兽的生命。一道接近3000米的凶虐虚影在他身上凝视，蕴含恐怖死意的灰色重眸睁开，望向3尊巨兽，他们的脑海中瞬间升起畏惧，仿佛会被这双眼睛直接抹杀。炼天死域开，在这领域中，没有任何存在无法斩杀，即便是无生命的不死生灵，也会被赋予死亡定义。空中的戴安娜直接施展出神圣赐福，额头的神印闪烁金光，增幅威能。如今巨化的黑冥太过恐怖，即便他倾尽神圣力量，也只能小幅提升黑冥的力体冥属性。但在这增幅下，炼天死域瞬间在扩张2万米，漆黑火焰的威力翻倍，变得无比恐怖。短短几秒，数百头40级变异兽便化为灰烬，连生命晶石都被火焰吞噬。找死！出手杀了他！3尊巨兽咆哮着冲来。就在这时，天地骤然变暗，淡淡的月色洒落，带着恐怖的寒意，让所有变异兽瑟瑟发抖。戴安娜高高屹立于天空，孤傲清冷的面容漠视大地，背后一轮圆月悬浮，9轮缠绕暗红真力的终灭环刃环绕周身，瞬间朝着鬼炎巨兽斩去。鬼炎巨兽咆哮着催动力量，体表实质皮肤浮现诡异纹路，却被终灭环刃轻易展开，划出几10米深的伤口。感受到剧痛，鬼炎巨兽停下脚步，抬掌拍向终灭环刃，却被灵活躲开。在戴安娜的意念操控下，环刃沿着他的手臂向上斩去，撕裂出一道100米长的深痕。见戴安娜已然缠住鬼炎巨兽，黑冥不甘落后，瞬间冲向剩余2尊巨兽，挡路的变异兽尽数被撞断躯骨。魔像巨兽发出凶厉咆哮，甩起布满赤红鳞片的巨鼻，狠狠抽向身前的黑狼。凶虐虚影无需指令，燃烧着漆黑火焰的魔爪瞬间拍出，直接撕裂魔像鳞片，留下4道深可见骨的血口。一旁的蜈蚣巨兽张开令人毛骨悚然的齿鳍，猛然偷袭咬来。黑冥反应极快，瞬间抬掌将他拍开，随即对准他的头颅张口咬下，暗红甲壳应声碎裂，獠牙贯穿血肉，剧毒的紫色鲜血喷涌而出。蜈蚣巨兽剧痛惨叫，卷起身躯缠住黑冥，无数尖锐不足刺去，却被一层无法撼动的金光挡住。黑冥叼起蜈蚣巨兽瞬间甩出，撞碎一整座山峰，无数巨石将其掩埋。他庞大的身躯紧随而至，抬爪粉碎巨石，将蜈蚣巨兽的头颅狠狠踩进地下，按住他疯狂撕咬。与此同时，所有飞行变异兽冲向空中的戴安娜，她面色不变，操控终灭环刃旋转而回，4轮环刃冲向黑压压的飞行兽群，交错穿梭间将一只飞行变异兽斩断。就在这时，鬼炎巨兽突然冲向黑冥，想要优先将其斩杀。黑冥发出凶厉咆哮，挥眸毫无畏惧，脚底踩着蜈蚣巨兽的头颅，瞬间与鬼炎巨兽缠斗起来。4尊庞然大物激战不休，打得大地崩裂数万米，震颤不断蔓延，天际响彻恐怖的巨响与咆哮，无数变异兽慌张四散，生怕被余波波及。指挥部内一片寂静，曹宇看得目瞪口呆，我靠，这狼怎么这么猛？才20级就能和3尊巨兽打得有来有回，等级跨度足足46级啊！众多军官吞了吞口水，眼神难以置信地盯着屏幕。此时的山脉已然化作漆黑火焰燃烧的炼狱，4尊巨兽疯狂拼杀，声势惊天动地。那道1000米多高的凶虐魔影，散发着吞噬千万生命的恐怖暴虐气息，几乎让人窒息。这时，天空中的戴安娜停手，数百只飞行变异兽已被她尽数屠尽，残缺的尸身堆满地面。随即，道道终灭环刃开始环绕相融，暗红光芒愈发耀眼，恐怖的力量流转间，连空气都被湮灭。9轮环刃合一，形成一尊100米长的暗红环刃悬浮在戴安娜身前，一股令所有异兽惊惧的中烟气息席卷开来。暗红的终灭真力随环刃转动，背后银白的圆月逐渐染成深红，数万米天地被红光映照，宛如坠入地狱。这一刻，圆月最强的中烟毁灭形态降临，戴安娜淡漠无情的声音缓缓传开：“迎接你们的死亡吧！”瞬间，终灭真轮的暗红光芒极尽闪耀，化作撕裂天空的恐怖红影，朝着蜈蚣巨兽斩去。接触的瞬间，终灭真轮没有丝毫停顿，直接穿过蜈蚣巨兽的1000米身躯，短短几秒，蜈蚣巨兽就化作了模糊的残渣，仅仅一击直接击杀65级的巨兽。这样的恐怖威力，就连我也忍不住吃惊。戴安娜这道中烟毁灭形态的破防效果太恐怖，几乎到了无视的地步，并且她是还有一道更加恐怖的日月形态。不过深红的圆月却在此刻浅了几分，这招显然对于戴安娜的消耗极大，但她依旧还有余力，意念掌控着终灭真轮，瞬间斩向一旁的鬼炎巨兽。鬼炎巨兽看得脑海恐惧炸开，立刻长出更厚更硬的石肤，可这根本抵挡不了终灭真轮，瞬间将他的身躯一分为二。随即天空的深红圆月终于支撑不住，迅速溃散起来。戴安娜修长完美的身体瞬间变为幼小形态，孤傲淡漠的面容露出一丝单纯，眨了眨眼，她赶紧扑扑扇动着羽翼去寻找主人的身影。一边的黑冥也很快解决了魔像巨兽，黑冥屹立在漆黑火海之中，漆黑的火焰吞噬着倒地巨兽的躯体。指挥室的曹宇也是有些晕乎乎的，他觉得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，原本只是截杀部分的任务，结果被我做到了，将所有的变异兽截杀打散，一人就横扫了一整个范围数千上万的变异兽群，作用比其余的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大上几
几倍。这样的话，进攻务实的一路危险就解决了。曹宇的脸色激动，冲散了许多愁容。原本防守的可能不足一成，但现在有了希望啊！山脉里漆黑火焰很快将全部尸体和生命晶石吞噬，接着回到黑冥的身体，在转化的能量下，他又成长了1米体型，属性齐齐提升2点，同时反哺下我也提升了1点全部属性。巨兽转化出的能量对于黑冥来说已经不算多少，但对我不一样，哪怕只分到1/3提升也不低。如今我的属性数值不比30级的隐藏职业者差多少，因此搭上银蝶的恐怖加持，我才能一击轰爆40级的变异兽。至于50级的变异兽，则需要多来10几下，正面对抗一些比较弱的巨兽，对于现在的我也不是什么问题。而我的下一个目标便是进攻务实。